仔细找，别让他从后窗跑了。自从这只黑猫进村，井水就泛红，娃子也病倒了。它肯定不是普通野猫。等不到天亮了，今晚必须把这灾星抓出来。等一下，我林莫如22岁，加班纵死前最后一眼还是电脑屏幕，再睁眼，怎么就成了一只要被抓去镇邪的黑猫？冷静，前世凌晨2点被甲方逼着改方案，我都活过来了。区区一只烛龙，先找出口。怕了呗，畜生也知道自己害了人。你才害人！我穿过来还不到1个时辰，哪来的时间给你们井水下毒？红色雾气，井水泛红，不会跟这东西有关吧？快，别让他把妖法放出来！等等，都停下！这雾气怎么跟井里的颜色一样？这么多人围一只幼猫，井水泛红，未必是猫的问题。井水泛红，未必是猫的问题。这是吞慧阵，有人将晦气引入水脉，再找一只弱小生灵替自己背锅。阵纹是他抓出来的，所以他不是灾星。好家伙，修真界也流行恶意甩锅。出来。银发黑袍，修真界长得越好看的人，一般越危险。恐惧不是伤害弱小的理由。阵法没有清干净之前，不许再引井水。明日请水脉师下井。装睡也行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装？银发猴袍，九兽纹，真的是他！魔宫公主叶无夜，叶无节，我熬夜追的那本《天命圣女》里，3年后被云清瑶带人灭门的魔宫公主？不是吧？我刚逃出破庙，就上了灭门副本的车。不是吧？我刚逃出破庙，就上了灭门副本的车。冷静。原书里魔宫3年后才灭门，3年时间够我先吃饱睡足，再想办法跑路。尾巴别抖。他背后长眼睛啦！你额心有月痕，能找到吞碎阵，还听得懂人话，不是寻常野猫，带回去查一查。查？怎么查？不会切片研究吧？你们是不吃猫，可你们会被灭门啊！放心，魔宫不吃猫。公主回宫。门对上了，人也对上了，看来真不是梦。3年，只要在灭门之前跑路，我就还能活。在我怀里盘算什么？胆子倒不小。月痕灵猫终于出现了。月痕灵猫终于出现了。稳住，林莫里！原书里这位魔尊3年后被灭，眼下他还活着，咱们这条小命就算暂时挂在他袖子上。进了我魔宫，还想往哪儿缩？不必装乖，我看得出你有灵智。完了，一句话被看穿。放心，魔宫里没人吃猫。公主回宫，怀中可是异宝？一只猫。一只猫？公主，你出门一趟就抱回来一只猫？黑毛月痕不像寻常野物。公主，她在抖呢。抖的倒挺有节奏，怕的明明白白。6个人围着一只猫开会，这魔宫 KPI 是不是有点松？从今日起，她是本座新收的徒弟，魔宫小师妹。点松。从今日起，她是本座新收的徒弟，魔宫小师妹。徒弟？公主，你300年没收过徒，开张就收一只猫？公主，门规所限，拜师须有灵石应答。他现下连人话都说不出。他听得懂。你听得懂？公主，这要传出去，魔宫小师妹是只猫，咱们脸往哪儿搁？五师兄，脸是其次，
关键是他以后排你前边还是后边？那必须后边。等，我还没同意拜师呢。原书里这位3年后要灭门，我跟他绑得越紧，死得越痛。别想跑。公主，敢问他从何而来？山下村中被围在破庙，劝人说井水泛红，孩子病了，一并赖在他身上。才这么小一只就被围。愚民积怨，专挑弱小撒。他额心有月痕，本座要看清楚是何来历。本座要看清楚是何来历。弟子明白。我得验验，万一他是哪路妖物伪装的。哎呦！吴师兄，你这点光可不一般。什么光？我自己都没看见。那是本命妖力被牵动的痕迹，寻常凡猫咬不出这一道光。果然不一般。糟，我就咬一口求不饱，怎么把人家本命光给咬出来了？今夜起，他随本座住寝殿。公主寝殿戒备森严，她还小，怕是不安，不如交于二姐。三姐这儿暖和，有花有奶。让他跟我盯紧点，省得他半夜咬人。五师兄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让他跟我盯紧点，省得他半夜咬人。五师兄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就在本座寝部，退下。完了，第一晚就被关进反派 BOSS 的卧室，这不是把命送门口吗？百日里你听得懂村人议论，认得本座名号。糟，他真听见了，还是看出来了。你不是这世的猫。他这是当面拆弹啊！本座不问你从哪儿来，先活下去，再谈别的。这反派的台词怎么比男主还稳？这一夜你随意，但岸上那只灵斩别碰。越说别碰，我越想看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不对，是猫之常情。装的倒像。猫之常情。装的倒像。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一夜没睡，这反派劳模属性也太离谱。醒了？饿不饿？我饿，但我不能让你以为我软。来都来了，得立点小姑娘的人设。喵。嘴硬。公主，我备了灵奶，小师妹昨夜没用东西，放着。小师妹喝一口，我熬了3道，去了寒，温温的，不烫嘴。天，三师姐这语气完全就是在哄孩子，可是真的好闻。好喝吗？好喝就好。让他坐桌上。五师兄，公主的徒弟，你想让他坐哪儿？随他。小师妹，自今日起，我等便是你的师兄。坐哪儿？随他。小师妹，自今日起，我等便是你的师兄师姐。你若有所求，可叫我们一声。开会形式都到了，我连自我介绍都说不出，这……喵！他说记住了。来，让五师兄点点。手收回去。二师姐，你……他昨儿才被人围在破庙，今早再让你这一巴掌按上去，是不是要他当场下岔气？二师姐这护短藏不住了。闭嘴！二师姐这眼神好凶，可是冲我的时候态度好软。小师妹，先尝一尝，这是宫里厨子的拿手，温补不上火。好吃便多吃些。大师兄看着冷，
其实性格最稳重。青衣蛟龙、腰间的令牌，这一桌都是原书的硬角色。吃你的！腰间的令牌，这一桌都是原书的硬角色。吃你的！我说公主呢？人去哪儿了？说要查咱们小师妹额心那道月痕是哪一脉的痕迹。一只猫的额头能查出什么大事来？公主既然在意，便不是下士。小师妹，你别怕，宫里没人会拿你怎样。带上，我以本命灵纹刻的，谁碰你，我这边就有感应。这哪是反派阵营，这就是个托儿所。随我来。是，公主。你脖子上多了一圈灵纹。他眼睛真毒，赤叔刚给我戴上，他就看见了。是赤叔的。到底是有人疼你。你额心月痕，本座查过半夜，寻常黑猫没有这个。紧张，他要是问我前世，我连张嘴都张不出。你不必现在说，3日之内，我若问你，你点头摇头都行。他是真把我当人看待。好，先记住一件事，在魔宫，别怕。糟，这一下蹭得太自然了，我猫的本能压过理智了。今日你跟我去一趟寝殿后院，那里有座书阁，你瞧一瞧能不能识字。识字？这是要测试我灵智几级吗？能识便能告诉我你的来历，不能识，本座再想别的法子。稳住，识字这关，我闭着眼都能过。走。阁里有3层，上头2层不许去，今日只在底下1层。不许去！这反派的禁忌趋势越多，我越想看。嘴上乖，心里在想什么，本座大概猜得到。他是不是有读心术？还是我猫脸太透明？识得几个字，告诉我。来了，识字考核。这帖子上是繁体，但我现代念过古文，认得。再点。龟。糟，我点错了，这字暴露了我想回家的念头。识字便好，来历不必记。公主，二师姐让我送一篮灵果，给小师妹换换口味。放下。哎呦，公主这是亲自给小师妹开蒙呢。你今日话多。弟子失言。六师兄笑得一脸狡诈，我得防他一手。小师妹认得银素2个字不？啊，你这是不认得，还是不想认？你说呢？弟子告退。水脉师下到井底，说井下有一道残阵，是有人故意引晦气入水。村长说错怪了猫，特地来赔礼。啊，真有人栽赃我？见。阁下，前日是我们错怪了这只小猫，井底有阵，是过路修者留的，与小猫无关。是我嘴最快，对不住。阵留在哪里？水脉师画下来了，阁下请看。公主，这阵纹是引晦气杨某师的下品阵法。何人手笔？暂查不到，但用这种阵的，多半与正道某些行善之名夺运之时的修者有关。小猫，不，小师傅，是我们对不住你。这一筐是村里晒的灵骨膏，请收下。村长鞠躬鞠到地，倒是个明事理的人。井下那阵，本宫派人去清。村中老幼若再有不适，我会让绫罗下山诊治。这怎么使的？是你们错怪在前，认错在后。本座只承前者，不罚后者。他这话术简直可以写进职场守则。井下阵纹是吞会阵，常用来给某些光明派修者积德。他们设计灾祸再去解，
从中收名望，收气运。所以小师妹刚出现就被推上去顶罪，是他们的固定戏码。可这差点被逐龙走的小师妹是替罪羊。五师兄，你现在是疼他呢，还是疼自己的虎口？滚！我都是。公主，那村里我去一趟，我顺道把孩子兵器驱了。你去，带玄尘的灵符。玄尘，把那阵纹发往各座，让弟子们留心，凡见此阵，立即脱下来上报。是。小师妹，今日委屈你了。二姐虽然满脸冷漠，却处处护着我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往后你就跟在我或者公主身边。今日吓着了？吓着倒不算，就是越来越觉得这反派阵营好像才是正常人。喵，不怕便好。这道月痕，我好像见过。见过。进去吧，今晚岸上那只灵簪，本座与你看一眼。他怎么知道我缠内斩？这是成影斩，斩内一缕灵光，与你额心月痕同源。同源？我一只刚穿来3天的现代社畜，跟你这白玉古董能同源？放心，本座今夜只让你看，不让你碰。碰了，可能要疼一下。疼一下？我这小身板并不起任何一下。转晕了再看。你想问这盏从何而来？仙师所留。我12岁那年，他把我从一处烧他的山门里捡出来，临终教我此斩。他12岁就是孤儿，剧本里好像有这一段。今日讲到这里。他不让我碰，我偏要看一眼。我是猫，猫天生好奇，这是物种本能。我说过会疼。没疼，就是被绳子缠住，丢人。还要再碰？不喵了。你这副不老实的样子，本座倒看出你来历了。看出？他到底看出什么了？心死活怕死，这2点，本座年少时也有过。喵。哼，睡吧。这盏自己动了，他在跟我说什么？3月之约。3月之约？这是什么剧情？大纲里没读到这一段。仙师当年留下的预兆。糟糕，老剧情来了。公主深夜召唤，可是成痕斩有异。斩中银丝异动，3月之约浮现。仙师所言3月之约，是说3月之后，仙盟将开万寿塔，借机清算我魔宫。清算？我们魔宫这几年没出山，关他们什么事？五师兄，关不关事，看的是他们想不想，不是我们做没做。那小师妹刚来，要不要先让她避一避？她避不开，她身上有月痕，与斩同源。仙师当年说，月痕之物若现，便是天命之移动，仙盟若知，必会盯上他。所以3月之约并非清算我魔宫，而是他们为他而来。那他们想要他做什么？尚不可知，但本座知道一件事，他是我魔宫的人，谁敢在我门里抢人，便是与魔宫为敌。他这话我居然听得想哭。弟子今日便加固山门阵，盘点3个月内可调用的灵兵。我去把外山3处暗哨重布。我去练拳，3月之后谁敢抢人，先过我这关。我去外头听听风声，看看这3月之约在他们那边怎么传。我留在宫里照顾小师妹。哼，去吧。是。你听到了3月？本座保你3月之内毫发无伤。他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重？公主，斩中银丝异动，昨夜便起，今晨又自符一行新字。哪一行？天命圣女，
3日入魔宫。什么圣女？3日就上门？他以为我们魔宫是茶馆呢？五师兄，茶馆都不让人随便进。公主，要不要把山门加一道封禁？不加，斩与他相通。我们想看见的，得让他试一试。把爪子搭上去，本座护着，不让你受反震。他这语气稳得很，可这事听上去就是把我送去当探测器。公主，万一他受伤，本座的手在他身后，受不了伤。弟子封殿，不让光外泄。是我。继续看。是我。谁咒我们魔宫？每一段都是被同一脉的圣莲光收的尾。云清瑶，仙盟近来确有一名新晋圣女，便是此名。哼，原来真有人正在朝我们魔宫走。他敢来，我把他那莲台敲碎。把成魂斩收好，今日所见，魔宫之内不许外传。是。他们看完自己的死结，居然还能这么稳，这魔宫师徒情谊我真服。公主，方才墓里那行字浮起的瞬间，小师妹爪子明显抖了一下。她不是触发幻象的人，她是看得最清的人。他吓得耳朵都贴脑袋了，先别问他了。三师姐这一报，就把审讯流程提前结束了。它只是只小猫，能听懂这么多已经很难得。三师姐，你简直是天降救星，谢谢。仙盟来文，议和使团3日后访，名单里果然有云清瑶。合得正好。公主，要不要拒见？拒见，反让他借口生事，让他进来，我看看他的眼睛。弟子去备客殿。客殿设在外，议事在主殿。他若伸手碰墨里半根毛，弟子明白。你看见的比我们看到的多。你不必现在说，但你得记住一件事：命数若真要他来，我们便在门内等他。他这话听着像在安慰我，可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给自己打气？你这眼神像在心疼我。本座不需要一只猫心疼，本座只需要你活着。仙盟圣女云清瑶前来拜会魔宫。圣女请。久闻叶公主名声，今日得见，实乃荣幸。公主在主殿候着，圣女随我来。叶公主，清瑶奉仙盟之命，特来商议边界灵脉一事。请坐。他这眼神不是在看猫，是在看宝贝。这只黑猫是叶公主新养的灵兽。什么灵兽？这是我们小师妹。原来如此，只是她身上气息混杂，似有未化怨气，若放任不管，日后恐会伤人。你看一眼就知道她会伤人。我修圣莲禁术，对雾气怨气最敏感。若叶龙主信得过我，不如让我带他回仙盟净化几日。净化几日？几日之后我还剩猫毛吗？小师妹不去。我们魔宫的人不劳圣女费心。诸位误会了，我只是见她年幼，怕她被魔气影响。他在本座身边，不劳圣母费心。可若他日后失控，仙盟追责，魔宫也不好交代。他若伤人，本座担；他若闯祸，本座赔。叶盟主真是护短，他这话说的，我一只刚来3天的猫都想哭了。叶公主既然这般护他，青瑶便不再多嘴。只是边界灵脉之事，青瑶来时奉了仙盟令。边界灵脉，30年前便由仙师与仙盟划定，无需再议。今时不同往日，仙盟新查到灵脉东段有晦气溢出，怕扰民生。圣女若有图，可成一验。
公主，这卷续简上画的所谓晦气节点，与3日前山下村中井底残阵走向一致。哦，井底那阵是吞慧阵，由光明派修者所设，借扰民之名再去解，从中收名望。好家伙，证据这就连上了。玄尘师兄说笑了，仙盟对邪阵向来零容忍，怎会自设？那便要看圣女袖里这卷图是仙盟给的，还是圣女自己画的。玉简留下，3日内本座派人核对。圣女今日先在客店小住，可有意见？轻瑶客随主便。小师妹真好看，我从前在仙盟最爱小灵兽。你那张嘴最爱这一个小字，我看你是把每只小动物都当资源。啊！他怕生。一只猫竟把我刚扶起的圣文反震回来。圣女，他们识破了吞碎阵。识破便识破，我们今日来本就不是为了那卷图，那是为了他。你出去守住门，3息之内不许任何人靠近。是。世运灵猫，不入凡笼，不受凡气，金瞳月痕，能嗅天命，能吞气运。原来你不是猫，你是命。方才在主殿，你哈了他一声。什么？我哈他一下，陈红斩就响？你与斩同源，仙师所留的东西不会单独给一只凡猫。你身上有一脉气叫世运，简单说，你能嗅见别人天命的厚薄，也能吞别人站在你头上的那一份。吞别人的气运，我一个袁术路人甲，凭什么吃别人的份额？你不必现在懂，本座只告诉你一句，云清瑶头顶那一份天命，并不全是他自己的。他这话是说云清瑶头上那道光环是抢的，所以他才急着把你带走。原来如此，袁术里每一次机缘巧合得到好东西，都是抢的别人的命。我这一身世运，对他就是天敌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本座不让你离开寝宴？乖。世运灵猫不入凡笼，可它只是一只刚传来的小猫，还馋。圣女是要不直接进魔宫，把这玉盒送到魔宫后山，它若馋，自己会寻香来。是。再加一层契约阵，它只要碰一下，就算自愿。好家伙，这就是修真界的拼好饭！给我下单的是仙盟圣女。公主，仙盟使者中途有人离队，去向不明。他们要试，弟子加派暗哨。不用加，让他试，试出来的才是把柄。本座知道你馋，本座也知道你不蠢。又来了，他这是把我当鱼儿了，还是把我当信号灯了？你若想去看，本座不拦，但记住一条，你额心这道印与本座成营战相通，你若有险，斩会响。所以他不是放我去送死，他是给我装了个一键报警。去之前，把今早学的那一行启灵句再默一遍，默不出来就老实趴着。合着这是上岗考核？林莫离啊林莫离，你一现代社畜，居然在修真界还要打卡？可以了。太香了，香的不香的真是。我猫的本能在尖叫，我人的理智在拉警报。来吧，小猫，来一下，闻一闻，就一下。它还在远处遥控，这盒子是有阵法的。小猫，你是什么？跟我走，我能让你成为真正的天命灵兽。你这话术，我前世双11听过1万遍。吃吧，吃下去，你就不会再怕了。你已经开始起灵了。他看出来了，糟糕！
可惜你还太弱。他真的把我当资源了，这一下要是栽进去，我后半生就是他的 U 盘。云清瑶，白日抢不走，夜里就偷。赤舒姑娘误会了，我是见他跑出魔宫，怕他受伤。哼，怕他受伤，所以你不契约阵？契约不过是临时净化阵。那我倒要看看临时净化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这只灵狐正是仙盟前年公告自愿献祭的那一只，它残影还在你阵里，说明它从未自愿。圣女这阵叫吞运阵，不叫净化阵。原来真有前科，这位圣女的机缘全是别人命换的。赤舒姑娘，仙盟之事，魔宫……你少跟我提仙盟，今晚的事我会一字不差报给公主。吞运阵可是仙盟的新规矩。叶公主，这只是青瑶为了护小师妹，仓促间布的隐气阵。阵下灵狐残影还在，圣女不必再变。弟子已将残文与残影一并踏下，3日内我会送往各座，让弟子们留心同类。叶盟主，今夜之事是青瑶失礼，失礼倒不必你说，本座只问一句：你下次再敢对他伸手，本座亲自折你这条手。叶公主言重了。圣女今夜起离开魔宫地界，仙盟若问，本座写公文。青瑶告辞。今夜你做得不错。你没直接碰何言，你绕了半圈，逼他自己把阵文录出来。他居然全看见了！本座在坡顶看了3席，你若真栽进去，本座会在第4席到。他这话听着像在夸我，可我怎么想哭？别哭，你是世运灵猫，不是哭包猫。今夜你额心月痕亮了2次，第一次是你默契灵诀，第2次是你盯着云清瑶。你盯他的时候，盏中银丝转得最快，说明你在嗅他头顶那一份天命。我真的在嗅，我以为我只是在瞪他，他连这都看出来了。你瞪他的时候，本座看见你鼻子动了3下。反世主，圣女，今夜之事，仙盟若知。仙盟不会知道。叶无惊若敢写公文，我便说他魔宫私藏世运灵猫，意图颠覆天命。可它只是一只猫，一只能咬伤我、能逼出我阵文的猫，你觉得仙盟会信他指示？今夜栽了，是我轻敌，下一次我不会再给他机会。圣女打算3月之后万寿塔开，到时仙盟会邀各座修者入塔试炼，塔中规矩，生死各安天命。他若进塔，我便有的是办法让他自愿认我为主。世运灵猫若自愿认主，可为主吞尽天下气运。公主，昨夜残阵已脱全，弟子查过，这阵与3年前仙盟公告自愿献祭的7只灵兽阵文一致。合着那7只全是被他吞的？五师兄，自愿献祭4个字，在仙盟那边可是金字招牌。金字招牌下面全是白骨。小师妹昨夜差点也成了第8只，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玄尘，把这卷残阵图连同昨夜灵狐残影一并送往东周3座、西境2宗。是，弟子今日便发。再附一句：魔宫不与吞运者为伍。弟子明白。他这是要把云清瑶的底牌直接先给修真界看。你以为本座会忍？本座从不忍。小师妹，昨夜吓着了吧？清早多喝一碗。往后你别再独自出寝殿。就是，万一再碰上那种阵，我们来不及救你。五师兄，你这是关心小师妹，还是怕自己没立功机会？我都是。这魔宫师兄师姐一个比一个护短，我一只刚来10天的猫，居然被护成这样。
小师妹，今早公主吩咐让你跟我去一趟藏书阁。你昨夜能逼出阵纹，说明你对灵力感应极强。公主让我教你识阵。他才刚学起灵诀，这就要知识阵？云清瑶不会善罢甘休，小师妹多学一样，便多一分自保。合着我这只猫要从社畜卷成修真卷王了。今日先讲3阵：锁灵、变气、隐晦。昨夜云清瑶布的吞运阵，便是隐晦阵的变种。阵法看似复杂，根在3处：文、心、脉。文是表，心是引，脉是线。文心脉，听上去跟前世讲的电路图差不多。你眼神动得太多，本座知道你听懂了。你额心月痕能感应阵心，看图。你试着把月痕灵犀送出去，跟着点纹相合。你比本座预想的快。我是社畜，社畜学东西最快，不学就要被裁。今日到此，明日讲变气。公主，小师妹一炷香便引动了阵心。本座知道。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他在阁外站了一炷香？本座站在廊下听了半香，你额心月痕亮起来时，本座这边盏中银丝同时一颤。我跟他这盏绑得比5G 信号还紧。往后你学什么，本座都知道。圣女，魔宫公文已到。怎么写的？公主写的简短，只一句：青瑶圣女今夜在魔宫地穴布吞运阵已被识破，请仙盟自查。好一个叶无月，这是要把我钉在仙盟门里。圣女打算如何回？写，仙盟近期会派调查使，我请仙盟清查，自然清白。可阵纹拓本，拓本到了仙盟手里，便不再是拓本。圣女是要毁证？不是毁，是换。换成魔宫私设吞运阵，借机污蔑仙盟圣女的文。这位圣女连改证据都改得这么熟练。是。万寿塔3月之后开，本座要让她自己进塔。公主，仙盟回得极快，说要派调查使前来核证。调查使的差从来都是单便偏听，偏听便偏听。本座今日要做的，不是等仙盟还公道。公主的意思是，把拓本先送到东周3座西境2宗手里。仙盟手够长，可他够不过这些自家门里有过血账的。公主这一手绝。他这是把舆论先给做满了，仙盟想改证据都改不动。义子今夜便发，再加一条，附上昨夜那只灵狐残影的拓印，让他们自己回家对一对。3年前那只自愿献祭的灵狐，是他们门里的还是别处的？这一条一加，仙盟连自查都自查不下去。本座不要他自查，本座要他自爆。他这反线人设，全程都在做正事，我有点想给他递一杯茶。今夜你不用出寝殿，明日你随本座去一趟东境灵脉，本座要带你认一认地形。东境灵脉，这剧本大纲里第11集才有的副本，他这是要提前。本座不喜欢按别人的剧本走。他怎么连剧本2个字都说出来了？他昨夜吸了一缕碎片，里面藏着东西，今日把他请出来。弟子守北。弟子守南。公主，能不能让他先喝一口？我熬了3道，去寒。可以。别怕，他出来一会儿便回去。圣女契约，气运抛弃白狐残魂，他在说云清瑶。你还能多说一句吗？他说跟着他会得天命庇护。与昨日玉河残纹同源，他不是第一次用这套阵。第几只了？玉盘上能显的至少7只。别被他带走，听得我心里发疼。
把残魂安置好。白狐姐姐，先在这一半里歇。若他一直靠这种方式积累气运，他的天命或许不是天赐，是夺来的。他想契约你，不只是因为你特殊，是因为你能克他。我能克他？我一只刚来魔宫不到半月的猫？你能引出他阵下被夺的气运，这一身本事对他就是天敌。公主，弟子已查到，3日后凌迟秘境开启，仙盟推荐入秘境之人是云清瑶。是。凌迟秘境每10年开一次，持先生净世莲，净世莲能补气运、稳修为。云清瑶净世莲机缘没拿到之前，气运补不回，他一定去。哼，他去，我们也去。让我去，我陪小师妹下水。吴师兄，你下水会沉的。我可以学。水，石心，让我下水。等，你是世运灵猫，净世莲会向你靠。这一桩，本座不能让别人去。姐姐给你做碧水披风，黑底金边，大小正合你，穿上不失毛。一听不失毛，听上去倒还能商量。你若真不愿，本座不强迫。他这一句，反而把我心里那点抗拒给说软了。喵，他答应了。从今日起，本座再给你额心点一道黑色灵印。你遇险斩会响，本座第一时间到。弟子去备秘境录影。抢不到就回来，东西不重要，你活着重要。他这话，我每听一次就软一困。凌迟秘境每10年一开，持心一朵净世莲，能补气运、稳修为。云清瑶昨夜失了机缘，今日掉了修为，这朵莲是他唯一能找补的去处。拦他！他来一次，我来一次。拦不得，秘境名义上多方共开，魔宫强拦，反落一个破坏盟约。拦不得，便比他先拿。小师妹能引出残魂，也能让灵物靠他，他去胜算最大。等一下，让我去池子里、水里。你去，本座在结界外。秘境规则：长辈不得靠近池心，只许弟子与灵兽入池。合着这一关，连我家 BOSS 都进不去。修真界连游戏副本都设 CD 冷却的。你不愿便不去。姐姐做的碧水披风，套上不失毛。我熬了3道灵丝，水溅到毛上会自己滚开。拿去，吴师兄的本命玉，谁动你，玉碎我道。跑路符，灵石一动便走，不耽误你保命。本命鳞受伤我能感应。简化路线图，刻了3处碧水石阶，你认得便好。的，他们这哪是送我下水夺宝，这是送女儿出嫁。他答应了。再加一道黑印，你遇险，本座这边斩会响。抢不到就回来，东西不重要，你活着重要。我现在每天的眼泪储量都比修为长得快。圣女，今日还要去秘境？去。可昨夜青瑶圣女修为有损，所以才必须去。那只小黑猫若也来，若它也来，正好。好家伙，这一句我隔着半个魔宫都听得后背发凉。怕了，怕了便回去。他这每说一次怕了便回去，我反而越不肯走。小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公主，秘境结界已开，长辈不得入。赤叔送他到结界边。是。黑印一动，本座到。进去。林莫离，你前世双11抢茅台都没这么紧张。进去后离他远些，他若靠近你便后退，等我们想办法。我与二师姐在结界外守着，斩一响，我们便冲。终于进来了。腿软，猫和水天生八字不合。
魔宫还真让一只猫来抢净世莲，怕水成这样，别掉进去就不错了。我不是怕，我是在观察水文环境。若害怕，就回魔宫吧。净世莲不是谁都能碰的。你这话术我前世面试听过，嫌累就辞，听完没人辞，我懂。你不走，随你。净世莲，来，再来。原书里这朵莲是该认他的，怎么今天就死活不动？他在朝那只猫去。不可能，不是，我没叫你啊，你别害我。净世莲本属灵池，不该落入魔气之手。不要锁！他在求救，他跟那只白狐残魂一样的语气。圣女说的对，仙莲不能给魔宫。我是为了防止他被魔气污染。又是这套，为你好先开口，夺你命在后里。公主，斩响了。是黑印的频率。再等一息。公主，她在等。本座知道，他在选。白狐说别被他带走，这朵莲也在说同一句话。松爪，它不是你的，可它也不该是你的。净世莲是仙盟守护的灵物，你若强占，魔宫担不起后果。抢东西时说守护，契约立寿时说净化，他这套说辞准备的真是完美。黑猫会污染灵池，圣女说的对，仙莲不能给魔宫。这群人还真是统一口径的走狗。公主，斩要响第2声。他还在扯。公主，他真的有……他若只是退，斩不会这样转。他在选。弟子明白。不要锁我！你不想跟他，那就别跟。我浮起来了，尾巴还长出灵尾了。小师妹干得漂亮！第一位，他在觉醒。我们这位小师妹比她的师兄们升级都快。本座说过，她不是寻常的猫。我的修为，圣女，别声张。可刚才净世莲像是自己过去的。闭嘴！他跌净了。原来他那一身所谓的圣女光环，都是靠吸别人的运势借来的。是我修为不稳，与小猫无关。圣女，可她……净世莲不愿认我，是我修行不够。诸位莫再为难那只猫。好家伙，开始装可怜至责了，又能骗取一波同情心。从今日起，你更不能离开魔宫半步。不是吧？我刚变强就被禁足？禁足？净世莲是认你，不是你强夺。
我只啃了一口，怎么还买一送一长尾巴？公主，弟子已看过，无伤。圣女，你气息乱了。无妨，秘境灵犀冲撞，过会儿便顺。公主，她不是冲撞，是被抽空了一剑。净世莲补的本是他，如今没补成，反而被往回削了一些。所以他那一身光环，今日开始要靠自己。所以我不是夺宝，我是斩他的命线。从今日起，本座对你看护要再加一层。喵。净世莲择主之时，本座的人立于结界外，他是自飞而去，是仙盟数百弟子亲眼所见。可你们家圣女拿不到，便要给我们扣个名头。长老，是我修为不稳，与小猫无关。圣女，净世莲不愿认我，是青瑶修行不够。诸位莫再为难那只猫。好家伙，这一手圣女自责，一下子把场面收回去一半。圣女这话倒是难得。看够了。青瑶告辞。今日之事，仙盟稍后会有书面回协定。本座等。他走了。圣女，茶。放下。是。上阶降为中阶，跌境了。原书里他那一身光环，今日真的暗了一道。圣女，今日所见，不少弟子私下议论。议论便议论，3日之后，把魔宫黑猫扰乱星时的折子印上去。圣女是要……既然私下带不走，那就让仙盟来审判。是瑶台？是妖台。凌迟仙莲遗失，事关仙盟传承。这只黑猫来历不明，需上噬妖台一辨真伪。若噬妖台本身不清白呢？放肆！赤树姑娘多虑了，噬妖台只辨妖邪，不伤无辜。他说不伤无辜，我就格外想躲远一点。要审他，先审我。师弟，先稳一稳，他们等着我们先翻脸。仙盟弟子10几人，手里都攥着流影玉。本座知道，他们要审本座不拦，但有一条：若他无事，仙盟当众向他致歉。一只猫让仙盟当众致歉，仙盟若不肯，就说明这台本来就不公正。长老，弟子们都看着。可，若他确无异常，仙盟自有说法。他又秀里搞小动作，这是惯犯。不想去，本座带你走。这一句把我心里的怕压下去一半。他笃定我会上不去，万一我上去了，能反打呢？你要去？小茉莉，撑不住就回来。斩一动我就冲，规则也压不住我。小师妹，记住，这台不是审你，是审他自己。噬妖台开，辨其本性。白光罩住了，符文怎么反了？公主，台面符文逆向。不是抬压他，是他在引出底下的东西。底下？审妖台的最深一层，刻的从来不止审字。让他引。我以为我上来挨打的，原来这台子藏着秘密，被我触发出来了。
这台怎会裂？许是他体内魔气太重，冲撞了尸妖台。方才你说不伤无辜，现在裂了，就成他的问题。这台子下面有东西。尸妖台怎么会裂？底下有东西在动。原来我不是被神，是当钥匙了。稳住浮灯！长老，这猫体内魔气太重，冲撞了台心。方才你说不伤无辜，现在裂了，又怪他。青瑶只是怕台底的东西被他翻出来。公主，台下另有阵，让他裂。诸位别动手，刚才要审，现在想停。在这站着，谁都别想绕过我。那些灵牌，白狐、灵兔、青俑、幼鹿，每一枚都是被收下气运后留的残息。我之前觉白狐残魂只是个例，原来不是。他这一手做了多少次？他们不是妖邪，是被封在这里的。这些残息不像魔宫布下的。尸妖台传承多年，从没听过底下还封着这些。诸位莫被魔气迷惑，尸妖台多年守护仙盟，岂会有错？才不会有错，人会。小心，这里没有圣莲印。碰它，意味着你愿意把里头的东西放出来。放出来可能直接打云清瑶的脸，怕，但更想看。你定。把手放上去，第一缕圣莲光便是从这里来。那孩子像圣女。不许看！圣女，你若清白，怕她放完，残影残缺，未必是真。尸妖台是仙盟的，骨牌也是台下出来的。你们说魔宫伪造，此事需之后核验。他这之后核验，听上去就跟我们公司下季度在役差不多。那真的是圣女小时候。台底传来的这细碎兽鸣声，每听一声，我心里都被划一下。水幕没有断，残影还能再放。残影残缺，未必是真。你若清白，便让他放完。圣女，本座只问一句，你怕不怕他放完？长老，这骨牌或被魔气篡改。圣女，可方才那张脸就是圣女小时候啊！长老，要不让他放完，反而干净。诸位是被魔气迷了眼。他又开始了，这套话术简直是他一辈子的拿手好戏。还有毁证，我护着。云清瑶，我是在阻止邪气外邪。又是这一句，证据一出来就说是邪气，销毁的比谁都快。先稳住，你这一手阻止邪气，方才水幕里的小灵兔也是这么变成灵牌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若不信，看看这碎末，每一粒里都还藏着同源的圣莲气。长老，这碎末里头还能验，弟子不是要审圣女，是请仙盟自己把这一粒碎末验明白。长老，碎粒已混入魔气。圣女稍后再说。玄尘留下碎末，既然一块骨牌不够，那就看整座台。公主，台底还有那么多灵牌。公主想掀台，本座只毁邪阵，不伤无辜。长老，尸妖台关系仙盟根基，不可让魔宫。圣女稍后。长老，方才之事，本长老亦想看个明白。好家伙，连一向护短的仙盟长老都开始动摇了。长老，这一台若毁，仙盟颜面。颜面是看里头干不干净。正珠，黑火走的是台心暗阵，本座今日只毁邪阵，不伤无辜，谁拦谁死。这回他再也翻不出什么浪花了。
公主，这不是神妖台，是锁灵阵叠在尸妖台上。玄尘师兄，这……长老，弟子只是实话实说。锁灵阵锁的是谁？赤舒姑娘，这阵或是前人留下。前人留下？你怎么这么急着回骨牌？叶盟主，此台关系仙盟传承。本座今日只毁邪阵，不伤无辜，谁拦谁死。他又想遮掩，那里他最怕的东西在那里。本座看见了。哇！尸妖台下面怎么会有门？这门上全是兽纹。万寿塔，万寿塔，万寿塔本应封在仙盟禁闭深处，却被尸妖台压在下方。哼，所以这些年，仙盟一直借尸妖台遮掩万寿塔的存在。小茉莉，你额心在发烫，我额头的月痕跟那扇门产生了强烈的感应。小茉莉，这门在叫你。此门来历不明，贸然开启恐有危险。哼，危险？还是怕我们进去看见什么？赤舒姑娘误会了。我没误会，你每次说危险，都是在遮你自己的事。他与门有呼应。别怕，本座先看看这门能不能伤你。叶盟主，万寿塔关系仙盟禁地，禁地，压在尸妖台下的禁地。长老，若这门真是禁地，为何要压在沈猫的台下？玄尘师兄，你这话……弟子只是好奇。我们也好奇。这不是沈猫现场，这是下一个女人机缘木本，不可进去。你想进去？那便进，本座陪你。公主，弟子随行。我也去。小茉莉，姐姐跟着你。放我一个。那我也不能落下。万寿塔，这不就是女主第二个大礼包？公主，这是被仙盟压在尸妖台下的万寿塔。压了多少年？城主多虑，此塔年久未起，与仙盟无关。年久未起，兽纹却亮得这样新。他们在亮。玄尘师兄言重，万寿塔多年未起，贸然入内，恐惊扰塔中灵兽。你担心灵兽，还是担心别人先见到灵兽？二师姐何必步步紧逼？塔门蓟县自当由仙盟暂封，查明在意。塔门在认那只猫？胡说！塔门怎会认魔宫之物？你脚甲兽纹都暗了，你心里没数啊？你想进？小师妹急了，这塔里有云清瑶必须拿的东西。神鹿能补气运，能立名声。今日不进，先查。师尊，你不懂啊！按原书节奏，今晚他就要进。急不等于送险。长老，塔门蓟县，为防被魔宫染指，理应由仙盟先入塔探查。那便明日由仙盟与魔宫各派弟子共同入塔。表面公平，实则给他抢先机。可以。公主，他若动，我们便接得住。小茉莉乖，姐姐先抱你回去。神鹿在等我，可我现在被抱得稳稳的，跑都跑不了。公主，这扇塔门只对他回应。那今夜可热闹了。你已猜到他要溜？小师妹眼神我看得懂。师尊说今晚要给你布个特别的猫窝，别想再溜出去。喵。先进去。
装。这叫猫窝，这分明是豪华禁闭室。万寿塔情况不明，你先修炼。我知道你急，但急不等于送贤。你这一句比关我10次都难顶。小茉莉乖，师尊也是为你好，先把灵露喝了。等师尊查清楚，姐姐陪你一起去。等到云清瑶把神鹿抱走，今夜就别想着溜了。小茉莉，是不是净世莲还没消化好？三师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骗你，这叫战略转移。你别动，我去药阁给你拿安灵草。姐姐别乱动，姐姐马上回来。好路符，救命好物。银师兄，这一次我先记你一笔大恩。今晚后山结界比平日重，公主亲自拨的，小师妹被关里头修炼。乖，我现在已经在屋顶了，好吗？小师妹乖，不会乱跑。你们对我可真有信心。喵！圣女，长老说明日才入塔。明日，今夜的神鹿就是别人的了。那，你留在静屋，任何人问，我在闭关。神鹿必须先认我。来都来了，要是现在回去，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。小猫，果然是你。开门。你以为躲进去就能赢？好家伙，塔门一关，直接给我空降原始森林，这么多灵兽盯着我，简直是大型面试现场。唉，你们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会心软的。这些痕迹和云清瑶的阵法一模一样，你们不是在欢迎我，你们是在向我求救。别怕，我是来带你们出去的。出来吧，圣女不会伤你们。又是你，你在万寿塔里躲什么？装也得装到底，我现在就是一只刚穿来啥都不懂的可怜小猫。原来如此，他曾在外层释放圣光试探，留下了这些残存的契约纹路，难怪他们怕他，他早就把这里当成备选粮仓。这些畜生真是不识抬举。圣女金句记下了。他终究会选我。神鹿要被叫出来了，这一次我可不能再让你顺顺利利。你做什么？你也要背叛我？神鹿大佬，你这波仇恨拉得太满，我替你扛得住吗？如同千年寒潭之般。你这么大一只，
啊！神鹿为何不靠近圣女？师姐，这……他在塔中受困太久，被魔气惊扰，心神不稳，才一时错认这只猫。神鹿心稳不稳我不知道，你这借口找的挺稳。来我这里，只要认我为主，我会护你出塔。你这是求我帮你解锁？他不愿意，你看不出来？契约未成，任何人不得干预灵兽选择。玄尘师兄，何必偏帮魔宫？仙盟规矩，我替仙盟先讲一遍。圣女又忘自家规矩了。他失控太久，我先用护灵环安抚。护灵环，这气息分明和净尸莲一脉相承，绝对有问题。那不是安抚法具，是契约环。契约环？玄尘师兄，你认错了。圣莲一脉的契约环，环底有3道锁纹，你的环底正是3道。白狐残魂的事我还记着，这一次我不能再让你得逞。让开！既然他不懂选择，我替他选。茉莉，小心！契约线最亮处，只能咬断1次。这次我不会让你得逞。盯准最亮的那一节，咬下去。疼可以忍，被你牵走不行。松口，这是神鹿自己的机缘。他都躲成这样了，你管这叫自己的机缘？二师姐，别拦我！拦你的不是我，是你嘴里这只神鹿。师姐这一剑绝杀！契约未成，任何人不得干预灵兽选择。玄尘师兄，圣女她……仙盟自家规矩，先在塔里走一遍。可若神鹿失控，失控的不是神鹿。又是抽气运的老套路，白狐就是这么走的。你不是爱抢气运吗？那我就咬断你的路！不可能，你才刚起灵。你不是认我当主人，你是把选择权交给我。啊！神鹿主动选了那只猫。神鹿被魔气迷惑，认主不可作数。净世莲迷惑一次，神鹿又迷惑一次，圣女的机缘怎么次次都被迷惑？阴俗，你少说一句。圣女若想我闭嘴，先得让神鹿重新走过来。塔内灵气失衡，先离开，所有人撤到门口。跟上，别掉队！挖什么队？想被关里面？你是魔宫的，先出去，出去再吵。哎，五师兄，你良心动了一下。圣女，塔门撑不了多久。长老，我无碍。你以为拿走这些就能赢我？至少证明你不是不可动摇。塔门暂封，灵兽气息留在文中，后续再安置。先回宫。受伤没有？逞强。
圣女，塔内究竟……长老，塔塔乱流冲撞，弟子无碍。万寿塔的怨气竟然开始反噬我的灵脉，绝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体内的魔气。圣女，要不要请长老看看？今夜之事不许外传。是。先休息。公主，云清瑶眼尾有黑莲纹，怨气反噬，圣光在外，怨气在内，他在用圣光压魔气。他要是压不住，就该来抢我了。不过是一点怨气，压下去就是。圣女，要不要请长老来一趟？你想替我多嘴？弟子不敢。今日之事不许外传。是。他今天去了灵池，又去了万寿塔，真的不能歇一天吗？他现在最不能歇。正因为他连续拿走2个机缘，云清瑶更不会放过他。师兄，你说话能不能温柔点？我刚要睡着。这味道有着一股混着圣光的腐败莲花香气，和云清瑶眼角的黑纹同源。发现了什么？小师妹是说云清瑶身上的味道变了？入魔迹象，不能轻易下结论。他仍有圣光遮掩，贸然指认，反被他反咬魔功污蔑。先确认魔气源，耕主之意，神鹿与万寿塔灵兽残衣相关，也许能感应。圣光在外，怨气在内，他在用圣光压制魔气，能压多久？每多压1日，反噬便重1分。那我就是他反噬前最后的解药。你别想的太多。公主，圣女今日身体不适，请将万寿塔之事暂缓商讨。暂缓。令，塔内异常或与魔宫黑猫有关，望公主严加约束。他自己眼睛长黑莲，还怪小师妹。公主，此话是何意？原话送回，圣女既不是，自当好好养着。她选择暂缓，不是退，是争取时间压制魔纹。她若压不住，会更急于动小师妹。那就让她不敢动。从今日起，莫离不得离开我的视线。又禁足？我现在是重点保护动物吗？你比重点更麻烦。行吧。小茉莉，喵！等等，我怎么变长了？喵，不对，我能说话了。先锋殿，任何灵光不许外泄。是。小茉莉，我手呢？我爪子怎么分叉了？别急，先坐。我是不是变得很奇怪？不奇怪，特别好看。耳朵是真的。这就是属于我自己的耳朵。小师妹变人了，那是不是能一起吃席？不是，一起训练了？我刚学会站，你就安排训练，虎兄你没有心。虎师兄你小声点，他耳朵敏感。你出去站着。我就是高兴嘛。净世莲、神鹿印记、世运灵猫本源共同刺激，这次化形并非完全成熟。那我现在随时可能变回猫。那我还能控制吗？能，但要慢。先稳气息，其他以后再说。师尊不问我从哪儿来？你愿意说时再说。慢点儿，谢谢。小师妹，既然能说话了，要不要先解释一下你之前装猫听不懂的事？
我那时候确实是猫。小茉莉这么说，谁忍心追究？装猫的事先记下，日后再算。师兄，能说话就少装傻。等等，我还没适应完。行吧，体验卡到期。他化形的消息不能传出去，化形灵光极易被天命感知，尤其不能让云清瑶知道他化形了。师尊，你是不是又预感到什么了？随便做的，不喜欢就扔。二师姐昨夜挑了3个时辰的布料，确实很随便。银系，闭嘴！他们真的把我当小师妹，不是当工具猫。乖。训练计划：大师兄，你真的很会破坏气氛。走路、握物、调息、识字，先从这4样开始。师兄，他耳朵都没站稳呢。先让他适应1日。他不会控制，越早练越安全。练，但不逼。是。师尊还是讲道理的，虽然只让1寸。小师妹，站稳！你可以！你闭嘴，我可能更可以。出去站着，声音留外面。我就是想给他加油。站门口加。尾巴不是摆设，稳住。再迈一步，姐姐扶着你。稳住了。走得很好。人形平衡可借尾部灵力辅助。被5个魔头围着喂点心，这画面我都不敢往外说。你们不觉得我麻烦吗？魔宫不缺麻烦，缺小师妹。那缺不缺加餐？你能不能等实习？圣女，昨夜魔宫偏殿整夜封锁，殿外巡逻弟子曾见灵光异常一闪。异常灵光？哪种？极淡黑金光从殿内一闪而过。黑金，那只猫恐怕化形了。它化形的越快，就越不能灵。师兄，呼吸慢一点，是不是更稳？先慢入，再缓出。含一口，喉咙别紧。别走神。今日天色异常，藏。师尊，刚才那是什么？先别动。天命感知，这是天命法则自动运行的试探，专门用来保护圣女，识别异变因素。我抢了女主2个机缘，所以元术系统开始点名抓我了。这道只是试探。圣女昨夜封闭境间，今晨却突然要求长老彻查黑猫来历。理由？他说黑猫化形，恐与万寿塔异常有关。他造势造得真快。他没证据，所以才造势，等天命替他下结论。他一旦化形，气息便不再像幼兽，天命更易捕捉位置，必须学藏气，也必须学自保。我教他识破契约阵，跑跳躲咬，我全能教。跑跳躲咬，你那叫训练，完全是要我的命。五师兄，慢一点教，我今天才走5步。玄尘教他藏气与基础灵犀，赤书教他识破契约阵，绫罗负责化形稳定，银露教他辨人心和保命。
你只负责体能，声音留在嗓子里。是。从今日起，它不是宠物，是弟子。以前大家宠我是因为我弱小，现在若是再不学习自保，迟早会被天命钉死。我学。姐姐陪你，但先说好，别一次安排太多，我会掉毛。好。掉了，再养回来。听见铃响，先躲，不要逞强。我记住了。他果然化形了，化形灵猫比黑猫更该归我。吸气稳，气从额心往下沉。契约线靠近，别动。小师妹，看一眼。师兄，心不稳，气就藏不住。你拿鱼竿考验一只猫，合理吗？吴师兄，等他藏稳再喊。云清瑶不会等你准备好才动手，越是诱惑，越要藏得住。要不今天先到这儿？那时候有一个婆婆给过我半块热饼。你想她啦？不知道婆婆现在过得怎么样，总觉得心里有些莫名的不安。你今天藏起3次食物，心不在这里。师尊，你想去哪里？山下那个旧村。想去就明日让赤叔陪你。明日太晚了，我现在就觉得不对劲。听见铃响，立刻回来。少装。师尊，你这一句比关我10次都难顶。师尊、师姐、师兄，我就去看一眼，看完就回来。别想，我不会乱来的。听见铃响，立刻回来。师尊，你声音怎么还能远程播报？婆婆家的灯怎么不亮了？哪里不对？我先到婆婆家看看。婆婆，你在家吗？不在家而已，可能去邻居家了，可能去集市了。他还记得我。苗，你也回来了啊！陈婆婆上月走了，走得安稳，没受苦。陈婆婆，小猫崽儿来看你了。她临走前还把那旧碗洗干净放在桌上。我明明可以早点回来的。变啊！平时乱变，现在怎么不变？你慢慢看，我去给你找点饼。师尊，等我一下。这味道是什么？村长，老刘和他儿子又不见了。祠堂那边查过了，没人。先点人，再分组找，谁也别单独进坟地。可坟地那边的雾，先听我说。这股气息和万寿塔里的幽暗灵犀很像，村里出事了。
这个声音不是风。这雾没有光明的气息，反而散发着幽暗的灵息。先点人，再分组找，谁也别单独进坟地。老刘和他儿子刚才还在宗堂，一转眼就没影了。还有阿钱，昨夜出门去抱柴也没回来。村长，坟地那雾会不会是冲着陈婆婆？别瞎想，先把人点齐，等仙盟来人再说雾的事儿。怎么突然有这么多人失踪？有脚印，村民是被这雾引进去的。师尊说听见铃响就回去，可是现在铃没响，我就看一眼。这是婆婆敲碗的声音。这气味和声音都是专门用来引诱我的，必须要小心。这个黑乎乎的小东西，不会就是幕后黑手吧？你身上有他的碗声。你是那只没回家的猫。原来你都知道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同意进副本呢。他一直在找你，你不进来，他就要消散了。他每晚都这样找。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散了。那我进去。跟我走。喵。他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他一定是回旧村了。他在旧村坟地，气息被一层幻境隔住。那就破幻境。备阵，去旧村。仔仔回来了。婆婆，我回来了。假的也好，别这么快消失。饿不饿？竟然没有穿过去，婆婆的手是有温度的。瘦了，也长大了。婆婆，你能说话了？在这里能。那我也要在这里和你好好说一次话。好，我想着仔仔若回来，晚总该在。不哭。婆婆，我不是故意不回来的。我知道。仔仔，婆婆，我回来了。他在，你慢慢说。好，好，仔仔有人疼了。婆婆，我现在有师尊，有师兄师姐，他们都很好，真的，我不是没人要的小猫了。那便好。他们给我做衣服，为我淋鱼竿，还教我修炼。你说，我都听。他的愿力快散了。别走，婆婆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说。我留下来，不是为了让你难过，是为了确认你活下来了。可我还想多看你一眼。仔仔往前走，不要总回头。婆婆，你哭一哭也好。我哭一会儿，就听话往前走。这个给你。
婆婆，以后听见他响，就记得好好活。他要把最后的灯放进这只灵里。以后听见他响，就记得好好活。婆婆，我不要法宝，我想你留下。我本来就已经离开，只是放心不下你。人也好，猫也好，活着就要往前走。我走得太慢，来得太晚。不晚，仔仔还记得我，就不晚。我怕我护不住他们。怕也能走，怕不丢人。这句话足以支撑我走过无数黑夜。婆婆，你这一句我记一辈子。记住就好。人怕过，也能往前。我学，我以前不会的，现在我学。他把最后的路灯给你了，这枚铃能护你一次心神。最危险的时候，提醒你不要被外力夺走选择。这两股力量交织，形成了我新的护身灵。婆婆，仔仔，去吧，别怕。我会回来看你。在心里就行。婆婆，我会带着你的期盼好好活下去。他真的走了。你要哭就哭，我不告诉别人。婆婆，我一定好好走。婆婆留下的执念，终于得到了安息。他们都在睡，我没伤他们，只是不会送他们出去。那就让我送他们出去。阿琴，跟着灯走。娘，我看到光了。跟着铃声走。好强烈的灵力波动，是谁闯进来了？好纯的愿力，难怪你不肯离开。你站在那里，别再过来。这份愿力给我更合适。这是婆婆给我的。你能说话了，看来净世莲和神鹿都帮了你不少。你过来一步，我咬你一口。他说真的。凡人愿力留在你身上，迟早会散。交给我，我能将它化入圣莲，庇护更多人。你说的这么好听，是不是抢什么都能叫庇护？净化灵兽，你这么说；夺净世莲，你这么说；现在抢婆婆的灵，还这么说。你听不懂。那是他的路灯，不给你。小兽，你也受幽冥气影响太久了，跟我走，我能净化你。一个两个都被他迷惑。他们怕你，你倒怪我。你要抢机缘、抢灵兽、抢名声，我都忍过，但婆婆给我的东西，你别想碰。弱者守不住的东西，本就该交给能用它的人。那这一句，你今天就别想再说一次。婆婆愿力被他拽，我胸口也跟着痛。交出来！不交。林莫若，这是最后机会。你说的这么好听，是不是抢什么都能叫庇护？婆婆给我的东西，不归天命，也不归你。你再碰她一下，我咬断你的天命！不可能，你才刚化形。是运灵猫。
别倒，你倒了，出口也会塌。你刚才挡黑雾，差点被冲飞。我皮实。你叫什么？阿金。我是被他拖进幻境的，可他刚才挡住黑雾乱流，也没伤害村民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把人拖进来？我是幽冥幼兽，原本在坟地灵气与愿力交汇处沉睡。婆婆走后，愿力太温暖，引来散乱黑雾，也把一些路过村民卷进了梦境。我没吃人，也没伤人。你不会开门就把人全关进来了？我只是想让灯别灭。灯？婆婆的灯。以后不能随便把人拖进幻境，想救东西也不能让无辜的人担心。噬运灵猫不是普通吞噬者，是能辨别气运归属、咬断错误命线的兽。所以我不是灾星。你不是灾星，你是能把偷来的东西咬回去的兽。从传书开始，所有人都叫我黑猫、不祥、妖兽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，我好像不那么怕了。那我能救魔宫吗？如果命是偷来的，就能咬断；如果命是自己选的，就要自己走。那魔宫的命，我先帮他们去咬，他们再自己走。刚才那个人扰乱了出口，这里要塌了，必须尽快带村民出去。你举着铃，我带路。醒醒，跟着灯走。阿浅，这是哪儿？你们做了一个长梦，跟着灯，我送你们回家。是猫娘子。出去后先找村长，别乱跑。跟住灯，别回头。是这只小猫救了我。婆婆的灵救了你，我只是带路的。多谢猫娘子。我要跟你走。你跟我？为什么？你能听懂愿力，能咬断错命。我想跟着你学怎么不乱用力量。圣女，我家人呢？他们还在屋里吗？阿浅昨晚就没回来啊！大家莫慌，幻境由幽冥气所生，我已将其镇住。若非圣女及时出手，这黑雾还会继续扩散。圣女不顾伤势赶来，只为保护诸位。多谢圣女相助，只是人还没回来，我们得先确认安全。村长放心，我会负责到底。那敢问圣女，失踪几人？如今几人已醒？此事还需时间确认。先点人，谁家不齐，先报名字。他倒是会挑时候。公主，茉莉还在里面救人。现在若魔宫突然出现，村民只会被吓到，反而让他借题发挥，让事实自己走出来，比我们说10000句都有用。等，他刚才还想抢婆婆愿力，现在转头就成破幻境的大恩人。他没有救人，他没有救人，他还差点把门弄坏。阿金，先稳着。我听你的。先救人，再打脸。出去后先找村长，别怕。是猫娘子。跟着灯。还有10步，撑住。今日之事传回仙盟，圣女清明可稳。清明次要，救人第一。圣女，听说雾里还有铃声。铃声，或是黑雾杂音，不必在意。让事实自己走出来。等小师妹一出来，这祠堂前就够她笑的。公主，要不要先把云清瑶身后那几名仙盟弟子分开？他们济公正气得起劲儿。不必，他们记得越多，莫林出来时反差越大。城主这一手够狠。回来，人回来了。
他带我们出来的。你说你破了幻境，那他们是谁救出来的？啊！先点人，回来的人都到祠堂边坐下，别乱走。娘，你慢点儿。阿钱回来了。看来幻境确实已散，诸位平安便好。不是幻境自己散的，是这姑娘带我们出来的。我在梦里听见铃声，跟着灵光走，才找到出口。那只小兽也帮忙照亮了路，没有伤人。我们都听见铃声，是他一直在叫我们醒。我在外镇雾，他在内引人，都是为了大家。你刚才还想抢铃，还把出口弄坏了。抢铃？怎么会？此兽制造幻境，他自然会替同伴遮掩。那这一段让灵自己说。那是圣女，她真的伸手去拿那铃。这是陈婆婆家的晚生，这是婆婆留下的愿力，她不会替我撒谎。玉姐要不要收？这回刘颖玉可不好删。圣女，这画面作何解？若有误会，青瑶愿向诸位解释。救人要紧，我无意争功。那愿力画面里，圣女伸手抢铃这一段，圣女作何解释？那枚铃中愿力庞大，我担心村中再有变故，本欲收存以备后用。本欲收存，那也是要先问他吧。先别变回去。师尊，魔公并无意搅扰旧村，只为接小师妹回宫。公主在此，这位姑娘我便不留。你就是那个会在灵里说话的人。他的光暗了。回去再算。公主，她今日刚和婆婆告别，情绪还不稳。今日这一笔我们记下了。又是你，竟是连掉一次，神路掉一次，抢功翻车又掉一次。原来她的女主光环不是铁打的。醒啦，喝点。公主在隔壁，要复盘。她的气运确实在减弱，不是修为受损，是命格光环被削。旧村这一回不同于前两次，不是机缘被劫，是名声被动摇，说明她的光环也靠别人相信她是圣女来维持。那就让更多人看见她的另一面。你怎么想？小莫离，你能碰到她的气运影，我自己也没想到，这一转还真按下去了。师兄，我能感觉到她哪里薄。世运灵猫本源在觉醒，你想继续？她的气运线虽然淡了，但还有几处很粗，她还会去拿骨头。骨头？我在幽冥幻境里见过一条灰白气运线，连着灵骨山，那里残留着很多灵兽和修士的碎骨，中心藏着一节上古仙骨。灵骨山3日后开山。仙盟名义上是祭骨安灵，实际会选弟子入山寻骨。他拿到的不是骨头，是翻盘台阶。灵骨山也许比灵池和万寿塔更危险。我去。终于不是被推着走。姐姐陪你。师尊，我怕。怕可以，但去。云清瑶在山心取得上古仙骨，能稳固气运，镇压怨气，刚好压制他现在的黑脸反噬。所以他不是去安灵，是去续命。他还会为大家4个字来演示。那这次先把这4个字咬碎。灵骨山必须去，这一次我先等你。我也等。灵骨山原本是古战场遗迹，
如今被仙盟改造为祭古安灵之地，仙盟经常借着寻找遗骨的名义，获取古修士遗留的灵力。所以云清瑶去灵谷山根本不是去安灵，而是去为自己续命。只要拿到那块仙骨，他就有翻盘的资本。云清瑶，你连古人死后的残怨都不放过。这块上古仙骨能稳固气运，镇压怨气，正好能治云清瑶之目前的黑脸反噬。仙盟就会对外宣称他受古灵认可，之前旧村和万寿塔的质疑声也会被彻底压下。他拿到仙骨，先压制自己的反噬，再去恩赐别人。哇！他要的根本不是骨头，他是为了洗白自己。这次行动，玄尘赤书银信入山，绫罗负责接应，蛮山在最外圈防护。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外面？我也能进去抢骨头。灵谷山内不能有过强的妖气冲撞，否则会惊醒山中残骸。你这一身白虎妖气太过强烈。行，我就留在外面，谁敢堵你们，我就揍谁。这一处藏气符一定要对着心口的位置，这里再加一道暗线，免得脱落。路上要是嘴馋了，别哭鼻子。路线记清楚，千万别贪图近路。5个人围着我做小披风，我有点感动，又有点难为情。铃响，立即退出来。师尊，这次我尽量不让你担心。尽量？我一定学会保护自己。师尊这一句足够我今晚反复回想了。圣女，凡人村落的变故不足以动摇您的根基，这次灵谷山之行才是为您证明的好机会。青瑶此行不为证明，只为安抚亡灵。圣女，这只护腕要换上吗？换。只要仙骨在手，世运灵猫也奈何不了我。祭古大会意在安抚亡灵，诸位入山务必慎言慎行。听见了吗？他们抢东西前还要先讲一套虚伪数词。喵！稳住，云清瑶在看你这边。希望今日诸位都能对亡灵心怀敬畏。他演的真像那么回事。谁也阻止不了我拿到上古仙骨。骨头听到铃声啦！这么多的残缺灵牌，这里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？灵谷山由仙盟守护多年，若无仙盟，这些残灵早已作乱生事了。那守得真周到。真是反的。这不是送他们安息，是把他们往里面收拢禁锢。这里根本不像是让灵魂安息的地方，反而像是强行堵住了他们想说的话。阿震，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声音？有很多名字在挣扎呼喊，但都被这个阵法死死压住了。喵！那我们想办法让他们说一会儿。圣女仁善，残灵亦能感知到这份恩德。愿尔等安息。他每念一句祈愿，残灵灯的光芒就暗淡一分。祈愿祈的真灵，这里根本不是安息的坟墓，是一个掠夺气运的仓库。他们死后还要被一直压榨受刮。阵法是反向的，这一点我们必须留存证据。诸弟子分组入山寻古，云清瑶走中道，其余人等各走旁径。若能得到古骨认可，便可替残灵完成安置。他们这哪里是让他去寻，分明是直接铺好路送他去拿。不同阵营不得同行，以免互相干扰寻古。路也能提前分好，仙骨还没选，你们倒先选上了。既然怕干扰，那就互相干扰一下吧。那条小路才是返乡镇的真正源头。仙盟的地图上标明那里是废骨区，据说只有残破无灵之骨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绝对不在他们给云清瑶铺好的那条大道上。跟着护身灵的指引走。信你的灵。师尊的声音竟然还能远程传递过来，我现在迈步都更有底气了。宗主同意了，走，那就委屈一下那位圣女了。这一程她注定要扑个空。找到了，护身灵的响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。
他并不是在等什么圣女，他只是在等一个能听见他声音的人。他真的很安静，没有一丝暴虐之气。可仙盟却把他标记成毫无用处的废骨。你听见剑婆婆的铃声了吗？这不是普通仙骨，是众怨凝骨。难怪云清瑶想要，他拿了这骨就能把所有残息都说成认可他。他在挑能护住他们的人，不是挑能用他的人。你若不想跟我，也可以不选，别再被人抢走就行。他说真心的。怨灵在想，看他选不选。他选灵了，他选婆婆的愿力。仙骨没有认他为主，而是进入怨灵。他选择的是守护方式。你这一手让出选择权，反而把他请进来了。不是我请，是他自己愿意。你听，他们在吐气。原来被压了这么久的声音，这一刻才能喘口气。你别哭。没哭。我看不见。仙骨呢？此处明明就是古籍所在之位。长老，废骨区有异象，白黄光柱从那边升起来了。又是他。又抢我的机缘。圣女，慢一点。再慢就什么都没了。仙骨我必须拿回来。废骨区原本不是没灵之地吗？把仙骨交出来。他没选你。仙骨关乎灵谷山安宁，不该落入魔宫之手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跟灵来的。莫离趁众人不备进入废骨区，极有可能是偷取仙骨。仙骨自入怨灵，旁人未曾出手。你刚才都没找到，凭什么说他偷？圣女这一回连找都没找到，直接说被偷，这逻辑可挺新。他偷走了仙骨，把仙骨交出来，至少让长老查验。你们所谓查验，是不是查着查着就查到圣女手里？你怎么说错了？用嘴说没用，得让灵自己说。你们若觉得我偷，那就问他们。残垣异兽魔气绕动，不可轻信。想吧，婆婆。仔仔，别怕。那是，好暖。这老太婆的残愿竟然还能显形，绝不能让她继续下去。仙骨是自己进去的，他没有抓，也没有炼化。愿力不会替谁说谎。婆婆，谢谢你来一次。凡人愿力温和，却未必明辨因果。众怨凝骨，愿力极正。圣女若不认愿力，那你来灵谷山安什么灵？可恶，这些人竟敢处处护着他，顶撞我。他不是我的战利品，也不是你的机缘。他选择留在能护住残院的地方。此事须回仙盟再议。那这反正先回去说。既如此，便请莫林姑娘好好护着。若灵谷山再出事，你担得起？我担。你刚才还说让我好好护着。林中仙骨不稳，我只是替你压制。替他压制，压到自己手里。那确实在往里钻。师姐刚才不是说要让莫林姑娘护着吗？此物关乎灵谷山，不可由魔宫带走。仙骨自入怨灵，你强夺，只为掩盖反震被揭。让开！
你抢了一次又一次，还说是为了别人。婆婆说过，怕也能走。他在用圣莲光压重月，我不退。第二位，你怎么会？因为他们站在我这边。你不过是借势。要走的是你的圣光，不是你的人。圣女被震退了。你到底凭什么？凭他们不愿跟你。他的光又暗一层。林莫离，你又赢一次，那就让你输到底。只借你一点气运，乖。你是仙盟灵鹤，也该为仙盟分忧。闭上眼。先躺好，我去给你拿点灵露。这味道，圣光下混着气运被抽走的冷香，和白狐残魂、契约阵、万寿塔石一模一样。你闻到什么了？圣光下面又有东西在被抽。我先去看看。你刚觉醒第二尾，气息不稳，别硬冲，我也去看。脚步轻点。我比你还轻。他根本不是失控，他是一直在窃取气运。我用幽冥火给你存下来。记下了。你不会白白付出，等我恢复圣女地位，会给你更好的供奉。再睡一会儿。刘正，别急，现在冲出去容易被反咬。我就只能这么看着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做了，你让铃铛记下来了。婆婆，你陪我一起记下来了。谁在那里？林莫离，这次你还想说是进化？你为何要伤仙盟灵鹤？你又来这一招！诸位小心，他刚吞了灵鹤气运。圣女在哪边？是侧林那边。我发现灵鹤气息异常赶来时，他已经在抽取灵鹤气运。抽气运？他本来就能吞气运。我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抽灵鹤气运。莫林，我知道你怕被责罚，但灵鹤无辜，不能让他替你承担。你身上确实带着噬运气息，我身上这点怨气，也是替他挡下的。你说一句话就能把偷气运说成挡妖气？莫离，别再嘴硬。谁敢捆他？你再敢拿绳子，你这条胳膊就别要了。山鹤气运被抽，残留气息混杂。这一回，现场又巧得很。此事关系仙盟灵兽，必须查清。现场气息被混了。玄尘师兄之意，
是仙盟动了手脚？我意思是，光看现场，圣女每次出事，现场都这么巧。清者自清，我愿与他一同验。你愿意自证，是因为你早就销毁了所有证据。我不躲，但要选一个公平的法器。幽冥火里保存了画面，但现在拿出来，他有办法毁。那我借仙盟自己的法器，召魂镜。公开的，他们不好不用。他也会动手脚，那我让他在所有人眼前动手脚。用召魂镜。召魂镜一旦开启，所见皆真，所视皆现。那不是更好？好，请召魂镜。莫离，小心他毁证。我等的就是他毁证。召魂镜起，请圣女与莫连姑娘各自闭目。他要动手脚，让他动。召魂镜只还原近期灵犀，不偏不倚。希望如此。开吧，盯着他袖口。如果此时阿珍兽突然出手，云庆瑶一定会反咬是幽冥幼兽污染了召魂镜，必须先让他自己露出破绽。他已经动了。再等一下。你毁吧，毁完我再让真东西出来。灵谷山侧灵的安灵池变，圣女走过去了，手快碰到了。来了。怎么会空？刚才还有的。你毁了他的魂息。召魂镜空白，只能说明灵犀被妖气吞尽。你这一句又转回我身上。若是被吞干净，镜中确实会空。那灵鹤残魂岂不是？莫离，别怕。他刚才袖子动了。师姐，别急。赤舒姑娘若有证据，请拿出来。他用圣光抹的，但镜中已经没有画面。同源圣光抹去痕迹，这是高阶手法。长老，我可继续接受查验。既然你把事情做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既然证据散无，先随我们回驻地，由仙盟与魔殿共同看管，等灵鹤醒来再问。带回你们仙盟，你们想得美！证据空了，不等于他有罪，那也不等于他无辜。那便加一支证人。召魂镜空了，我这里没空。阿剑，你幽冥火，幽冥幼兽之火，怎可作为证据？召魂镜被你弄空了，我才拿出来的。可是这火里有他的影子。阿震，不急，你们不信火，可以问他。这眼神不是怨，是失望。你是仙盟灵鹤，也该为仙盟分忧。真的是圣女，她在抽气运。那是灵鹤主动助我镇压怨气，不是吞噬。那他怎么虚弱成这样？我信你，才没有防备。他信你，你就拿他补你的光环。我若不镇压怨气，受害的会是更多人。每次抢别人的东西，你都说是为了更多人。那你问过被抢的人吗？我护你一会儿。听我说完。
我可以为仙盟付出，但不该在毫不知情时被夺走气运，更不该被拿来污蔑莫离。召魂境空白不是被吞，是有人抹掉了灵鹤残魂记忆。幽冥火保存的正是被抹掉前的那一段残念。所以境空不是无事，是有人不想让境中有事。现在仙盟还要带走他什么？此事须回仙盟详查。青瑶会给仙盟一个交代，你该给他交代。锤子，他的话没有被抢走，以后有我护。此事还不能只凭一团幽冥火定论。幽冥火属阴性幻焰，确有保存残念之能，也有扰乱残念之嫌。他不是要追问云清瑶，他是要追问这火靠不靠谱。你说什么？召魂镜被毁，你说净空不足为证；幽冥火留证，你又说火有风险。仙盟要的不是证据，是云清瑶没错。此书慎言。那您再让我看一眼慎字怎么写。此事关系圣女清绪，需带回仙盟，由戒律堂与长老会共同核验。核验？合着合着又没了吧？他们不是不信证据，是不愿让证据在这里变成结论。拖回仙盟，他们就能把吞鹤变成戒力镇院。原来证据撬不动偏袒，你太懂仙盟会怎么保你了，所以你现在连开口都不必。长老，我可以接受核验。哦，但灵鹤残念不进仙盟法器。残魂不稳，先将灵鹤残影封入仙盟法器，避免继续外泄。不能给他们，给了就没了。长老，他信错了仙盟一次，不该再错第二次。莫罗姑娘，慎言。我说的就是事实。灵鹤残念由魔宫暂护。叶盟主，这是仙盟灵兽。他信错了仙盟一次，不该再错第二次。叶公主这是要带走仙盟证物？不是证物，是受害者。开结界，圣女查清前，谁也不许走。他们不打算放人。鲍稳灵，师尊出剑了，我也敢炸毛。叶无尽，你这是与仙盟为敌。你们把礼踩碎的时候，没问过本座是不是敌人。长老，结界节点亮了。师尊，报警。谁还想拦？先问我拳头讲不讲理？他不讲理，我也不讲。他们刚才确实没伤人。再敢拿绳子，这次就不一定了。公主，证据要带走，真相才不会死在这里。好，好，在我肚子里安全。师尊，我都护好了。可走了。他没伤人，是真的没伤人。诸位若真想查，就好好查你们圣女，别总盯着我们小师妹。叶藤主今日带他走，来日若他真成灾号，魔宫可不要后悔。他若是灾祸，也是本座护着长大的灾祸。主牛，是真心话。凤凰谷有异象，来得真快。完了，凤凰谷的神兽即将现世，云清瑶又要得到强大的助力了。耕主，那是凤凰谷异象。100年一次。这味道是新出生的小东西。喵。醒了。
乌金火象，神兽蛋将醒。他丢了神鹿，凤凰就是他新的招牌。原书剧情里，他就是靠这只凤凰逆风翻盘的，绝不能让他得手。所以你想去抢？不是抢，是不能让他拿。圣女的乌金凤凰，压魔宫无数护法。他吞噬灵鹤遭到质疑，正缺一个神兽主动认主的场面来洗白自己。这只蛋一旦让他拿到，仙盟对他的怀疑就全没了。而且凤凰火能压制黑莲怨气，他身上的裂痕也能完全修复。哼，那就更不能让他碰了。可你才刚刚觉醒第2位，你先养伤。等我养好，他的神兽蛋都孵完了。凤凰谷会引来仙盟、散精和妖族，魔宫贸然出手，必会被仙盟死死盯住。你现在逞强，只会给云清瑶送上对付我们的机会。那只蛋在害怕什么？火光里有股很稚嫩的气息，它不是在等别人来认主，而是在找一个能听懂它声音的人。神鹿、灵鹤、白狐，这些被他盯上的灵兽，全都是鲜活的生命，根本不是什么死物机缘。你这眼神可不像是要乖乖养伤。师尊放心，这次绝不让他偷跑。我听话。你若敢偷跑，回来加练3倍。3倍训练是很可怕，但凤凰被他拿走更可怕。圣女若能让凤凰认主，灵谷山和灵鹤的事便可重新向外界解释。那便是圣女受怨气干扰后，依然能得到神兽认可的明证。他本就该是我的。圣女早些动身吧。我不会让他再认错人。那只蛋的声音越来越急了。那我们今晚就走。小茉莉，乖。师姐，这次只能先骗你一回了。我用幽冥火烧个影洞。我迟早不是被敌人害死，是被逃生通道卡死。快，披风收一收。小茉莉，别跑。师姐，你梦里都管我。他还在睡，走。我不是乱跑，我是去抢救神兽幼崽。这话听起来更像乱跑。风，是风吹响的。仙盟、散修妖族都来了，主路别走。又是青鹿那一套。圣女将至，无关人等让开。什么圣女将至？神兽出世，该有缘者得之。他们已经决定了谁是有缘人。圣女若得凤凰，正可镇压今日怨气。又是镇压怨气。他们的话听一次烦一次。从背面火山缝走。踩上来。你是真有用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带火的好朋友。你在叫我？他来了。你要是想出来，现在最好快一点。要复来！娘，等等，谁是你娘？凤凰幼崽破壳第一眼会认定最让他安心的气息。你身上有净世莲、神鹿、护身灵和中原气息，对幼崽来说比他的圣光更安全。娘，你要跟我走？跟娘。这回不是抢机缘，是捡孩子。他刚出壳，本命火不稳，得先吃一片蛋壳。吃，快吃。吃快点，
你娘不是，我真不是你娘。总之你快点。娘，他学的真快。他提前孵化了。圣女，快些进古心！圣女，火光偏离主路了，不能让他先认错人。他认了你，他自己扑过来的。娘，凤凰竟然认了魔宫黑猫，把凤凰交出来！你抢过那么多了，这只我不给。不跟你。要凤凰先过我们这关。神兽幼崽，不该跟着魔宫妖猫。哼！他刚破壳，你别吓他。乌金凤凰是上古神兽，被魔宫带走可能引发灵火失衡，所以你要替他挑更安全的人。他年幼无知，分不清善恶。你身上魔气太重，不适合养他。他分不清善恶，但分得清谁让他害怕。神兽刚出生，可能认错了。不跟你。这一句是真的解气。他本该是我的，他不是东西。这一句，师尊以前说过。圣莲龙，你今天落不下来。娘，松开他！滚开！你这是当众袭击圣女，你这是当众强宰。你再抢一次试试，你再抢一次，我就再咬一次。我也要。他必须由仙盟进化，他不需要进化，他需要回家。云清瑶疯了。古心被凤凰本命火封闭，我们强闯会伤到幼崽。他不是要凤凰，他是不能再输。那小师妹一个人撑住，他能撑。何况他身边那只凤凰可不是普通幼崽。不跟你。好崽，再来一次试试，我也炸毛。你要凤凰，先问他愿不愿意。神兽本就该归圣女，我说了，他不是东西。不许抢娘！圣女，袖口交了。娘，他藏不住了。这是被凤凰火冲击后的灵纹异常，异常成黑莲，那真巧。圣女不是圣莲体吗？怎么会生黑莲？刚才凤凰明明是在自保。诸位，神兽刚出世，情绪激动也是正常。可那黑莲在他眼里，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不是偏偏是我，是他不选你。你以为他是真心选你吗？他只是被你身上的杂气惑了。你说的杂气，是别人不愿给你的那些。他在用圣光压魔气，却压不住了。茉莉，退！本座来了。公主，终于。你别逞强。娘，走，我罩着他。师姐他们在外面，我们撤。撤。
火木，你这点本事，娘记下了。娘，走。还知道回家？知道。它太小了，不能再喷火了。娘，既然凤凰被妖猫污染，那就不能留。他太安静了，他不该这么安静。黑莲七在散，他在做坏事。他还能做什么？把锅丢给我。怎么倒了？怎么倒了？谁动的手？是妖猫的噬运之力失控。妖猫，凤凰幼崽也被他魔气污染。他又来这一套。核心是黑莲怨气，他把自己的怨气伪造成尸运痕迹。他比我想的更脏。可他抢占了虚实。那就拆他。诸位亲眼所见，凤凰火已被妖气染黑，今日若不制止，来日便是整个修真界。果然是邪兽，神兽都被他带走了。他不需要所有人信他，只要让所有人怕小师妹。阿珍，你还能照出他刚才动手的画面吗？再等一会儿，幽冥火现在燃不起来。现在出去就是送把柄。可是再等下去，谣言就传出去了。是，但这场我们暂时输舆论。第一次输得这么干净。丽，不是你啊！诸位听见吗？幼崽已经被妖气控制，声音都在替妖猫开脱。别叫了，他们听不见你说什么。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比战斗更难应对的压力——舆论。他们还活着，带回去医治。公主，你这一招，本座记下了。传讯各宗，凤凰谷有要事。他要让全天下来杀我！哼，回宫。魔宫本就邪性，如今又曾灭噬妖猫，不可不防。乌金凤凰幼崽若真被魔气污染，必须带回净化。说是除妖，谁知道是不是去抢凤凰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神兽出世，谁不眼红？他们不是来问真相，是来分结果。剑宗主战，灵兽宗要凤凰，丹宗送来所谓净化方案。丹宗那一套，我看也是想分一杯羹。散修联盟悬赏了灭噬妖猫线索。莫离从一只小猫变成全天下的悬赏目标了。娘，他们讨厌我吗？不是讨厌你，是有人想抢你，还想把锅扣给我们。来就来，我倒要看看谁敢进魔宫山门。稳住！公主，稳不住啊！各宗若只是来问罪，魔宫还能谈。这3个标签叠在一起，等于把魔宫推到所有人对立面。交出去给谁？给云清瑶继续净化。小莫离，别怕，有护身灵和印记在，还有小凤凰陪着我，我不能怕。我抢了他的机缘，他就要抢走我的家。请魔宫交出噬运妖猫与被污染凤凰，由仙盟共同净化，避免生灵受难。我愿以圣女之身担保，只要魔宫交出墨灵与凤凰，
仙盟不会牵连无辜。圣女明义，可凌鹤的事还没查清。望珠宗共证此事。他说不牵连无辜，等于暗示如果不交，魔宫全员都不再无辜。是，好一句愿以圣女之身担保。师尊，我不交。本座问过你了，这一次看叶无君还怎么护你。我要让你失去所有庇护，无路可退。传令各宗，共围魔宫。是。他们到了，传令关闭山门。师尊，进了战士，听本座号令。小茉莉，吃一条。娘，他们越护我，死局越像袁术。正面冲突暂时还可以避免，但若各宗集齐，云清瑶一定会找借口逼魔宫开战。讨伐令的核心不是证据，是让所有人相信交出莫离就能避免灾祸。他们要把所有风险都压到小师妹身上。谁敢踏进山门，就让谁滚下山！声音小点儿，莫离在听。从现在起，你在本座眼皮底下待着。又想跑？装什么？逃出去，他们不会放过你，也不会放过魔宫。他要的不是你一个人，是借你毁掉魔宫。可如果我留下，他们马上就要打过来了。怕就练，别把自己交给敌人。小茉莉，先睡一觉，什么都没有。等他们都睡，我不是逃，我是去找证据。娘，不走。我很快回来，你替我看着家。又偷跑。这次我跟你。你留着护小凤凰。你一个人太会被冤枉了，我得带活。行，你跟。这傻梦。来人，正住。封山门，他走不远。是。你现在出去，外面全是抓猫的。他们要的是我，我走了，魔宫至少还能说我不在。唉，你又来这一套。让我走。好吧，走两步看看。包袱挺小，胆子挺大。师尊，这次准备去哪儿？引开仙盟，替魔宫背锅，还是把自己送到云清瑶手里？他们要的是我，我不走，他们会打进来。你走了，他们就不打了。至少，你们可以说是我自己跑了，魔宫没有包庇我。魔宫若要靠卖小师妹自证清白，那这魔宫也不必留。可我真的会连累你们。玉简里的灭门结局，就是因为我越来越接近主线。云清瑶要灭魔宫，不是因为你，你只是让他的理由提前露出来。没有你，他会说魔宫作恶；没有凤凰，他会说魔宫藏邪；没有讨伐令，他也会找别的理由。那我留下，会不会让你们更危险？会，但家不是安全时才让你待，危险时就把你推出去。
我就说你走不远。现在回家，包袱没收，加练1倍。不是3倍吗？认错及时，减2倍。原来我不是无处可逃，我是有地方可回。公主，我们回家。公主接到了。师尊，鼓响了。本座听见了。你知不知道我醒来没看见你，差点把整个偏殿拆了。这次是真的错了。你这傻孩子！师姐，对不起。再跑，我亲自给你系10条蛇灵锁。喵！别装，听得懂。外面那群人还没打进来，你倒先给我们来一刀。我只是不想你们因为我受伤。你留下纸条是怕我们追你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追你不是因为你欠魔宫，是因为你是魔宫的人。小师妹，你太看清自己，也太看清我们了。你不是灾星，你是我一针一线缝披风的小师妹，也是咬穿我腰甲的小师妹，也是敢在云清瑶面前护凤凰的小师妹，也是唯一让天命出现裂缝的人。外面的人要你，要凤凰，要世运本源，魔宫给不给？不给！谁伸手砍谁。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，我也不给。不许抢娘！你们听见了？听见了。那就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也不准再一个人做决定。我记住了，师尊，我以后也不偷写纸条了。你字也太丑。请魔宫交出世运妖猫与无极凤凰，否则各宗将共同问罪。回话，魔宫没有这条规矩。再喊一次，就不只是回话。来呀！今日各宗前来，不为私仇，只为天下安宁。青瑶不愿与魔宫开战，楚瑶未到，交出墨灵和凤凰，青瑶可保魔宫无恙。诸位务必同心。剑宗主战，灵兽宗要凤凰，散修联盟悬赏小师妹，丹宗送进化方案。他们嘴上说除妖，眼睛都盯着小师妹和凤凰。凤凰刚破壳，他们就惦记上了，脸呢？脸早就丢在讨伐令上了。这一队是来抢蛋壳碎片的散修。这幼崽的火性带回去净化一番，必定能大有用处。娘，我不去。不去，谁也不跟。他们说话这副德行，完全是在挑选祸户。在他们眼里，本来就是。别看了，看一次气一次。私藏世运妖猫，导致灵池异变，万兽塔崩，灵谷山乱，凤凰谷伤人。我不愿与魔宫开战，只要交出他们，我愿亲自为他们净化，保魔宫无恙。他每次说净化，都是想抢。莫离姑娘，慎言。他是魔宫弟子，凤凰是他护下的幼崽，教人免谈。包庇妖邪！世运本源若是真的，哪怕一缕，也值千年修为。别说那么大声，仙盟听见不好。他们不全是为了除妖，有人是借讨伐令来分一口机缘。他们的眼睛满是贪婪与欲望。
师尊，我听见了。本座也听见了。放心，娘不让任何人分你。对方暂时不会立刻全力攻山，他们在等云清瑶制造一个开战理由。只要魔宫先动手，讨伐令就彻底坐实。那就守护山阵，起！诸位看清楚，他身边每一处机缘，最后都会生乱。哼，他们只放他们想让人看的。所以我们要找真正完整的证据。他们不是怕我害人，是怕抢不到我。我可以去山门说清楚，你出去，他们只会说你蛊惑人心。云清瑶等的就是你出现，那总不能一直让你们替我等，又来这一套。师尊，跟我去禁地。我不去，我说过不再一个人逃。这不是逃，是藏。有什么区别？云清瑶真正想要的是你的世运本源，只要你在山门，他就有办法布阵锁你。那你们呢？我们在外面顶。师尊，进去。我们是师兄师姐，当然去打架。你照顾好小凤凰，就是帮我们。娘，我怕。禁地能隔绝外界的气息追踪，小凤凰在这里确实更安全。我答应。等我来接你。师尊，你不要做傻事。本座不傻。娘，娘在。开。你用本命写封门，这样你破不开门。叶无忌，你答应过我不一个人做决定，所以我没让你一个人，阿静和凤凰陪你。这不好笑。等反正阵成，我来接你。你别骗我，我听得出来。茉莉，活着。他会恨你。等他安全了，再恨你。开门！娘！第一道圣莲光，外面的结界被打破了。师尊，你们千万不要有事。这里封的最松。你确定？不确定，但比别处松。行，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。现在你是猫。我知道你们想护我，但我也想护你们。再来一点。吃我一口。不是魔宫阵，是天命雷。他不想让我出去，他怕你出去，那我更要出去。豹吻灵。我不回去，你劈也没用。再劈一次试试，我也能骂。来吧。婆婆，仔仔不怕。不，别等！仔仔，往前走。他好
耗尽了最后的力量来替你挡雷。我会出去，我一定出去。婆婆，陪我走完这一段。一起走。他出来了。圣女。第二环，起。这护身灵撑不了几次了。我知道。小师妹，师尊不是让你待在禁地吗？山门哪里最危险？东侧，赤舒二师姐和绫罗三师姐顶在那里。撑住，我马上来。慢点儿，你刚被天雷劈过，身体承受不住。晚一步，二师姐就多一份危险，我绝对不能停下。他不是单纯攻山，他在以山门为阵盘。他想等小师妹出来。禁地的阵法波动变了，那股熟悉的本源气息，他已经出来了。什么？小莫离，谁让你出来的？你们把我关起来，还问我为什么出来？你给我退后！我偏不。你能吞震光？刚学会，不熟。师姐让开！师姐撑半口气，我马上接你。你怎么这么倔？你们也倔？师姐让开！三师姐，你别哭。终于出来了。圣女，先锁他，再破魔宫。是。小师妹，离开阵眼，他在锁你。退后！二师姐。放开他！松开他！他替你挡阵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是啊，我愿意，你管得着？那道真光专门针对小师妹本源，谁靠近，都会被牵连。赤舒是因为推开他，才被锁住了一部分，不能乱碰。阵会转移。你让我看着！站住！别过来！我让你别犯蠢。师姐，可是你疼，疼比丢了你强。撤下去。师姐，我扶你。废话少说，把莫离稳住。师姐，听着，你可以怕，可以哭，但别再跑。云清瑶要的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个祸害，你若信了，他就赢了。可是你受伤了，伤了就养。你若被他抓走，我们才真完了。莫灵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身边的人都会因你受伤。你若现在出来，我可以停阵。别听他，别听，娘！闭嘴！
他把所有人都当盾，这是逼着魔尊无法全力出手。别按他的路走。云清瑶想用大家的命逼我屈服，我绝对不能遂了他的愿。婆婆说过要保护我，叶无阴对我说过带我回家，众位师兄师姐拼死也不把我交出去，我不能逃避。那就走我的路。小师妹，你要做什么？他想让我失控，我偏不。去吧。你站在那里，他更容易锁你。他已经锁到我了，躲在禁地也会被雷劈，站在这里至少能让我看清他怎么锁。他的线在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让我赶一下。喵。他不是一个人在布阵，他把所有人的恐惧都接进来了。所以单纯解释没用，恐惧不散，阵就不断。那就先稳住小师妹本源，别让她被牵走。让她拉，我倒要看看她线接到哪里。危险！下来。师尊，这次我不下来。以前我总觉得跑了就能不连累你们。可云清瑶要的不是我离开，是我相信自己不配留下。你长大了。二师姐说的对，我若信了她，我就输了。不跑，跑了还要被抓，麻烦。哼。不跑，小莫离，稳住。莫离。你终于肯出来了，我出来不是交给你，那你想做什么？证明自己不是灾星？不，我不向抢我的人证明我无辜。我只告诉你一件事，魔宫是我的家，小凤凰是我护下的崽，阿介是我带回来的朋友，师兄师姐是我的家人。他说的倒是顺，他那只猫是不是真的不一样？你想抢就从我这里过。好啊，那就让诸位看看世运妖猫到底藏着什么。他在引阵。师尊，我自己来。本座替你看着背后。我要用自己做诱饵，引出所有的隐藏阵纹，给他们制造破阵的机会。玄尘师兄，看清他的阵。所有人记阵位。我标主脉。我记线。圣莲夺运阵，开！好大一朵花，好多线，他把所有坏心思都缝成一朵花了。那就一根一根拆。拆得动吗？试试。阵法在自补，不是他一个人的阵，是天命在补他。那本座先看看天命想补到什么时候。公主，小心反噬！师尊，别看我，看阵。叶公主，你伤不了天命。天命，本座今天伤一伤试试。世运灵猫本就是天命之外的错误，他们不是你的，可你守不住。别去，你太小了。这什么鬼东西？
它不是攻击身体，是压每个人心里的怕。他用的不是力量，是恐惧。你们看，你们护不住他，越护他越痛苦。他想让大家都怕。撑住，小师妹。我偏不怕。又是这一幕，怕也能走。茉莉，别信幻想，看现在。破花、烂花、偷来的花。我看见了。那就把你的本源交出来，那我就吞给你看。你吞得了一道，吞得了整座天命吗？吞不了，也先咬你一口。稳住，别松口。师尊要斩主脉啊！可主脉后面接着天命光。叶公主，你伤不了天命。试试。师尊，不可能！放开我！天命在护云清瑶。莫离，别动。你们看见了，逆天者自会受罚。他们不怕真相，只怕自己抢不到。能逼出天明光的本源，得多值钱！闭嘴！这场景和玉简里的灭门幻想一模一样，护法被压制，师尊站在阵前，魔宫必灭的结局真的无法改变吗？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命簿早写好了，魔宫必灭。莫离，看清楚，幻象里你在逃，现实里你在这里。是啊，现实里我在这里。云清瑶，你敢伤他？我已经伤了。莫离，你气死了一半，另一半准备吃花。婆婆的灵在裂，师尊的剑也在裂，他们替你扛了，不能再让他们扛了。看见了吗？他们护你，只会被你拖进死局。不，是你把所有人拖进你的天命局。别硬吞，你会称霸的。不能再让他们扛了，那就撑大一点。你疯了？不疯，赢不了他。这些字定死了我们的命，我绝不认命。谁写的，谁自己吃回去。你敢吞圣莲阵？现在轮到我吃花。第三位，他把阵力反练了。花瓣断了，他们的恐惧线也跟着断了。我刚才为什么那么想冲进去？那只猫在吞阵。布阵！他真的在吃天命。莫离，别贪多，稳住。师兄，看里面。
主线在云清瑶身后，不在阵眼。那就先把他身后的线咬断。他能吞天命。原来你也有线，你敢动天命？你敢用，我就敢咬。这枝花，这次该你疼了。那是天命赐我之物，你碰不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你偷来的。它是天命给我的。天命给你抢灵兽，给你毁正，给你嫁祸，那这个天命也不干净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之前那些画面确实和讨伐令上不一样。诸位听见了再装糊涂，可就难看了。这线帘越靠近我越好咬，松口！圣女的光环裂开了。他吞的不是云清瑶灵力，是天命偏袒本身。只要小师妹继续吞，云清瑶的神圣感就会掉。如果他真能吞天命，那他本源比凤凰还值钱。别乱说，仙盟还在。刚才说为天下安宁，现在开始算我值多少钱了。诸位，正道话说完了，该听听真心话了。你吞了天命，只会变成真正的邪兽。我吞的是偏袒，不是天。他终于说出了自己力量的本质。对，吞不公，吞偷来的。娘，义军！不许碰我的天命！啊，小师妹，他们现在不装了。乌金凤凰幼崽必须由灵兽宗带走，魔宫无资格饲养神兽。世运本源若能入丹，或许可化解诸多修士命劫，不该有一只妖猫私藏。此等异兽若不受制，必成大患，应先镇压，再以归属。他们连我是什么都没弄清，就已经想好怎么分我了，真可笑。诸位，听清楚了吗？乌金凤凰幼崽必须带走，若能入丹，应先镇压。这和讨伐令上说的不一样。诸位只是忧心天下，并无私心。世运本源危险，凤凰幼崽年幼，确需妥善安置。妥善安置到你手里，我愿承担这份因果。你承担过谁的因果？林鹤的，神鹿的。共同封存就是共同分赃。想分，先进来试试。他改阵了，恐惧线断了，他接贪孽线。这花越来越脏了，脏东西我会照。幽冥幻境能照人心，你要不要让他们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？师尊，放。这是什么古怪妖火啊？那不是我，那是幻术。来，照照你们的正道心。完了，我心底的想法全被看到了。想用一手在背后偷袭追着他跑。娘，他们要关我。不会的，娘会护着你。这是幻术，我从未这样想。想没想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师叔，你不是说
只是防止妖猫伤人吗？幽冥妖兽祸心，不可相信。说是假的，你急什么？他年限断了3成。阿征兽本就属幽冥，他照出的未必是真心，只是诱导。那你敢照吗？我不受幽冥妖火审判。你可以用噬妖台召魂镜审猫，轮到你照一下心，就不受审了。那是他想要的。幻境惑众，不能再留。他急了，他急了！阿进，做得好。葬花，这次让你也照照。谁才是妖？你们自己看。接下来他们会先怀疑彼此，让他们怀疑。你们丹宗竟想拿凤凰火炼丹！你们灵兽宗还想锁凤凰做镇宗神兽，有什么资格说我们？此等异物该由剑宗封镇，免得落入你们这些贪婪之人手中。哼，说的好听，不就是大宗想独吞？诸位继续，比讨伐令精彩。原来他们不是被骗来的，是借他的名义来的。有些人信他，有些人用他，所以他才能一次次成功。诸位，妖猫就在眼前，不要被幽冥幻境离间。他们刚才喊你妖，现在自己吵得比妖还大声。妖至少知道自己想吃什么。东南角外环松了，满山压回去。乖，躲着。他们为什么都想要我？因为他们没问你愿不愿意。我愿意跟你啊！我也愿意。你们可以争，可以疑，但若今日不先镇住他，日后谁都得不到安宁。他把内斗往后压了，朕又开始合拢。那就让他们继续看。你最该失去的是他。小心！师尊，小心！别动。别被他引动。叶无尽，你护得住他一次，护得住他每一次吗？至少这一次，你过不去。又是这一幕，全是幻想里，十分本能剑碎裂之后，魔宫很快陷入败局。难道这真的要发生在我眼前吗？师尊，叶无尽，别被他牵着走。你们总是这样，把我藏起来，把我推开，把危险挡在我前面，然后让我别动。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师尊，看清楚了吗？你就是他们的劫。不，我是他们的小师妹。这缕剑意没有怨我，他依然像师尊一样，在安静地护着我。莫离，稳住！师尊碎剑，赤书受伤，灵露发抖，
还有玄尘银溪和蛮山，大家都在苦苦支撑，我心里的底线已经被踩碎了。云清瑶，我不要你还了，我要你失去。他要暴走啦！莫离，回来！我回不去了。他的气血失控了。他碎了你的剑。你千命雷，见他！别硬扛，我会糊的。那就糊给他看。让开！别死！死不了。他真的是妖吗？竟然能硬扛天命雷！若他是妖，那圣女又是什么？这些废物的信仰动摇了，我的圣女气运竟然在流失。你冲不过来，试试。残留的天命法则死死压制着我，本命剑已碎，我竟然无法助他破阵。玄尘，给他开路！所有人，挥！娘，你凭什么？你不过是命不外的错误，那你就记住这个错误。住口！你不是喜欢天命吗？我带着雷来咬你。松开，休想！他在拿尾巴当伞啊！不止。秦清瑶，你的天命也会伤到你。怪花，竟然连我的害怕也困在里面！圣女入魔了，大家快冲上去抢圣莲碎片！谁动，谁留下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回我？你把别人的选择都吞进你的光里，还问我为什么？我是天命圣女，这些本来就该成就我。这才是真话。不是阵法了，是天命意识降临。天命不会让你继续的。又是这句。莫离，看现在。别低头。朕现在你嘴边。小茉莉，回来也要一起回来。咬他！让他疼。娘咬，咬碎破天命！给我破！错误必须归正。莫离，这里太安静了，护身铃还在，但我听不到外面的扇门战声了。小凤凰和阿锦兽也不在。你看见了吗？这里才是真正的天命。大家，这些结局是你们早就写好的。你听见了？你根本不是什么改命者，你只是这本命簿里的一个错误。所以你们写我是什么，我就必须是什么。他的位置是抢别人的气运，我的位置就是活该被他抢。你还不明白？我承载天命，我拿走这些是为了完成大局，牺牲总要有人承担。那为什么每次承担牺牲的都是别人，最后成就的却全是你？原来你们最后给我安排的结局是被他吃掉。莫林，你斗不过命簿的。我以前也这么觉得。
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，他在污染命部。警告：命部不可触碰，秩序正在崩坏。我偏要碰。这一夜我不认，那我就从选择开始，我做给你们看。你碰不了命部，他写下的就是结局。那我先看看他到底写了多少谎。第一缕圣光是这么来的，那是试炼。原来天命不是凭空给他送东西，而是把别人的选择、气运、愿力全部改写成他该得。圣女得白狐气运，每一句称赞背后都有一个被改掉的名字。天命选择我，自然会让万物成就我。你管这叫成就？气运流转，本为大局。大局就是所有人都没有选择，只有他有。别喝！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清白吗？看完，你够了。那是为了制止你，制止我，还是制止别人看见你？原来他也怕被看清，只要真相被揭露，命部的叙述就会松动。容器，不许看这一页！你怕这一页？闭嘴！圣女命格，用以汇集天地机缘，补存天命主线。你不是天命主人，你是他收集机缘的容器。那又如何？至少他选择了我。他不是怕输给我，是怕自己不再被选择。你以为我一开始就想抢？我不抢，圣光就会暗，圣光暗了，他们就会失望。长老会说我不配，弟子会说我坠落神坛，天命会换掉我。你知道被所有人盯着，不能输，不能错，不能不发光，是什么感觉吗？所以你就去抢别人的光。弱者守不住，就该给能用的人。你被天命逼过，所以你更知道被夺走选择是什么感觉。可你还是选择夺别人。我没有选择。你有，你每一次下手前都有。你当然能这么说，你有魔宫护你，有叶无鹤护你，有那些灵兽选你。我呢？我只有天命。你有过很多次被选择的机会，神鹿没有伤你，凤凰没有伤你，灵鹤信你，是你自己把他们都变成了工具。工具也好，机缘也好，只要我站到最后，命部就会证明我是对的。容器不全，需世运本人补足。看见了吗？他还要我。他明知自己是容器，却宁愿继续做容器，只要能站在光里。只要炼化你，我就不再是会被替换的圣女。祭品归位。偏离持续，魔宫成灾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祭品归位，主线稳定，魔宫可暂存。你不是最怕连累他们吗？现在机会来了。他们虽然活着，却丧失了关于我的记忆。这个所谓的保全根本不是胜利，而是把我从所有人的记忆里抹除，把魔宫变成没有我的空壳。他们会忘了我。错误不可留痕。如果献祭自己能让他们活着，我愿意。可要他们忘记我，忘记小凤凰喊娘，忘记婆婆的护身灵，我真的无法接受。这不是很好吗？你消失，他们安全，我得到本源，天命补全，所有人都会回到该去的位置。那你抢过的那些灵兽呢？残余归档，不影响主线。
归档。原来在天命眼里，婆婆、灵鹤、神鹿、小凤凰、魔宫众人，全部只是可以归档的文字。选择，婆婆，如果是你，你会让我怎么选？我如果坚持留下，真的会害死大家吗？你说自己爱他们，那就别让他们为你死守。别再跑，你不是灾星，不给，不许抢娘。大家的话语不断在我脑海中回荡。如果我献祭，他们真的能自由吗？主线稳定，他没有说自由，只说稳定。这个交易绝对有问题。天下魔宫暂存，林莫离，你不是最会为别人着想吗？签啊！快按下去，我要看后面。什么后面？你只给我看仙祭后魔宫暂存，那暂存之后呢？不敢给我看。你骗我，所以我死了，你们还会继续改。他们只是晚一点死，换个理由死，至少他们能多活一段。人本来就该先保自己。保自己没错，可你保自己的方式是把所有人都写成你的垫脚石。你撕了他，魔宫马上成灾。不撕，他们永远只是在等下一次被写死。祭品聚位，惩戒启动。你凭什么拒绝？你本来就是为补存天命出现的。我不是为你出现的。对，我就是不按你写的来。你宁愿让他们陪你赌？不是赌，是尊重他们自己选。莫离，别签。师尊，我没欠。献祭叶碎了，空间出现裂缝，现在只能传声，不能传人，绝对不能让他做傻事。够了，那就让他听清楚，省得那傻猫又替我们做决定。我要跟娘说话，会让你说的。我烧出一条缝，你们快说，天命在卜。缝口在这里。小凤凰，别怕，撕开！谁来都给我退！声音聚拢，送进去。莫离，听我说，魔灵，别替我们选献祭。你敢用自己换我们？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揍你。师姐，小莫离，我们不想忘记你。暂存不是自由，你的判断是对的。我们不是被你拖累，是我们自己站到你身边。我都听见了。谁敢说你是灾星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娘，我自己选你，我也自己选。虽然你总闯祸，但我不怪人。我听见了。闭嘴！你们只是被他迷惑。云清瑶，不是所有选择都叫迷惑。莫离，撕了他，我们在外面等你回家。娘，回家。大家的力量汇聚在了我的身上，天命又如何？我绝不会让你们消失。我要打破这定局。不是命鬼终于听见人话了，先改这一句。命簿不是你能改的，我不改，我撕。
都回来！这些曾经被云清瑶夺走、压制的气运残怨，终于再次回应我了。你们愿意回来吗？你说不可就不可。不许写！你不是最信命部吗？命部现在写真话，你怎么不信了？这一次你抢不到他们。松开！你抢得太久了，该停下了。天命竟然想把大家的名字重新拉回既定的死亡结局里。你咬碎它，外面的魔宫会承受命部反抽。我们自己选你。他们知道我会咬。给我碎！压在心口那预示着必败结局的重压，竟然消失了。地灭院碎了，他做到了。错误不可赦。那就继续错。照清楚。这一次，我要把话说完。那是尸妖台骨牌，灵鹤那一幕和幽冥火一样，这也是魔宫幻术吗？这画面连灵气biến动都毫无伪造痕迹，分明是天地原貌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诸位，天命命部亲自放的画面，总不能还是幽冥火伪造吧？这是让灵兽做的。他们终于看见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为了完成天命。你每一次都有理由，这些本来就该成就我。说这就是圣女，我不跟了。我来除妖，不是来替她夺运。外部阵脚断了70%，莫灵，继续。再撑一会儿，必须让他们把所有的真相看完。你们凭什么退？你们以前明明都信我。他们不是退，他们只是终于看见你了。既然他们都要背弃我，那我就重写他们。容器请求合一。他疯了吗？竟然要和命部直接合为一体！容器合一，重整命轨。他真的让你合？只要合一，我就还是高高在上的圣女。他需要我，你毁了命部，我来补。所有动摇过、质疑过、背离过我的人，都必须重新回到相信圣女和讨伐魔宫的轨道上。你在改他们？不对，
对，他们的意识在被改写。命不合一会强行回收所有分支选择。天命空间的力量渗透出来了，莫林还在里面，莫林还在里面。师尊，你不能再动本命剑意了。他在里面。师尊竟然为了他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这次别想一个人逞英雄。推，把剑推进去！师尊，爷父，娘，等我们！是师尊的建议，他还在外面帮我。你守不住选择，命不可以让他们重新选我。那就不是选，是改。师尊，要核心，我绝不辜负师尊的这道建议。他都碎剑了，还要护你？是啊。继续。那是我的位置，位置不是抢来的。松口！莫离，最后一个。我的光。那些被强行夺走的气运，终于可以各归其位了。回家吧。他的光环没了。诸位看清楚，没有光环遮着，他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一个做了选择的人，也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你毁了我。不是我毁了你，是你把自己交给了抢来的东西。回来！我是圣女，我是天命选中的人，你也不要我。龙气失格，我失去了一切，既然天命抛弃了我，那就一起去死吧。那就都别要了！你别动！你也别想回去！那一夜是我的。你不是不认命吗？那你撕啊！撕了终夜命不崩塌，谁也不知道外面会变成什么。错误从来不在我身上。我穿越过来的时候，只是一只弱小的黑猫，只想活过下一集。后来叶无热把我抱回魔宫，绫罗为我鱼竿，赤书骂我别犯蠢，玄请逼我练字，蛮山吓唬我，银系调侃我装傻。娘，小凤凰喊我娘，婆婆留了一只灵给我。你敢赌整个世界？我不赌世界。我信他们。
多重选择，数据冲突，无法归档。那就别归档。这一页该由我来翻。轨迹，没有轨迹，错误无法消除。命由己选，我们刚才是被讨伐令逼来的，还是自己想来的？长老，先查清他做过的事。你们也背弃我？圣女，这不是背弃，是我们终于能自己看清楚。回来了。喵，回家了。你尾巴好多，能不能分我一条？分你个头！先别说话，先睡一会儿，下次再撕命簿，提前说一声。命鬼散了，也就是说，以后没人能拿命簿说我们该死了。哈哈，好，以后谁再说小师妹是灾星，我就把空白页糊他脸上。今日到此为止，再踏魔宫一步，后果自负。之后想做什么？先吃饭。然后把剩下的命自己写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替我写结局。